亲爱的主，在此时刻里，我们众同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再次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也从圣灵来自你的浇灌，开我们的灵，从我们的心打开，也打开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唯一的灵在你里面，也用最大的崇敬、敬爱、崇拜主，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上帝。因着我们有无限的心在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激发我们释出从神来更大的能量来服侍主，来影响世人，把福音的道传给他们。主啊，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做华语礼拜的崇拜服侍主，我们特别需要你帮助，感动所有不管是刚来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青少年都在灵里一同得到造就跟帮助。愿上帝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的敬拜、恭敬、仰望在主你的圣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会友平安。平安。今天我们礼拜即将要开始，请大家开始预备心。奉献将在我们第二个柱子后面，也请各位会友用奉献来敬拜上帝。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在新的一天里面来领受主新的恩典、新的怜悯，还有新的心意。那我们今天从这个礼拜今天开始，我们有更新的一个心可以来跟随主。我们一起起立来宣读今天的神给我们开始的话语，请。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们相信上帝能够吗？上帝能够成就我们看为不能的事吗？在我们有不能，可是在我们的主却没有，因为在主一切都能的。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拍手表明我们对主的喜乐、信心跟仰望。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就被早已预备，你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永不止停止的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不知停止的永远，他与大能永不变。常与不曾看过的事情，还有很多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不长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但不知停止的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但不知停止的永远，他的大能永不。请弟兄带领我们来敬拜。请姐妹来祷告。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一起来，上帝能够制造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停止的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停止的永远，他的大能永不。请姐妹来带领我们祷告，请来让我们敬拜。相信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一起来，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停止的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停止的永远，他的大能。上帝能够，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停止的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知停止的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更不知停止的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我们的主，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的话安定在天，他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摇动。但是主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他乐意以他所爱的为我们而牺牲，为我们而死，更是为了我们而复活，在他荣耀的国度中，永远与天父掌权作王，没有改变。
神的能力在相信他、在爱他的人的生命中是伟大的。因为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统管万有，他应许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无论向他求什么，他必成就。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照着天父的旨意来祈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无不得着，无不得着。是我们的心是否与主的心调整一致呢？我们是否愿意舍下自己，看清自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将我一切都献给你，我愿意将万事都看作粪土，为要更多的得着你。你真的是我的一切，你真的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珠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荣耀，配得他赞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坎坷，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荣耀，配得他赞美。耶稣，神荣耀，配得他赞美。请弟兄带领我们来祷告，来敬拜。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
主耶稣，你当得我们最深最大的赞美。主，你当得全地来颂赞你。主，因为我们是为了颂赞你而被造的。主，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就被赋予了一个生命的目标跟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你。所以主，当我们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要愿你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要这个喜乐成为我们极大的力量，可以突破在环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最大的困难、极大的拦阻、挑战，跟一切主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胜过的，主要因着你的名在我们的里面，主要因着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敬拜你，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主啊，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主，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定睛在这位被杀的羔羊，而且是犹大的狮子的容面中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是帮助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是教会的头，我们知道你必定带领引领你的教会走过所有的困难苦难，也引领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的家庭跟国家，要走入主你的心意当中，你所喜悦的一切必定要成就。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早上再一次的在你面前站立敬拜你，并且敞开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再一次的遇见你，听见你的话语，听见的人就活了。谢谢主，百姓的感谢荣耀都颂赞都归给主以及坐宝座的羔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此时我们要再一次用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要来攻读圣经里面两段圣经，来再次用这两段圣经，在今天的礼拜里面，我们再次来感受上帝耶稣要我们学习他的旨意，全然信靠的信息。首先，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第一段圣经是记录在创世纪第12章第1到4节。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地级的人都当仰望。第二段圣经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也请大家随我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我们现在要请严牧师，今天他要为我们证道题目是全然信靠，请严牧师。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神，再次呼召我们来到他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献上我们无比的感谢，因着你使我们的信有了盼望，有了根基。因为这根基是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主啊，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的一生来认识你，从我们的生命年轻的生命里就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同的福分，在万民中来敬拜你，带领他们来认识主，你是唯一独一永生的上帝。借着你的道，今天再次激励我们，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大能大力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催逼着我们，推动着我们向前，直到夺取那从主而来的标杆。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全然的仰望，全然的信靠，这是今天我要从这两处的经文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们，当你感到惊惶害怕、不知所措的时候，你人生的境遇中，你如何去面对？你都会怎么做呢？当你觉得感到失去了信心、无大的时阵、惊惶害怕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今天第一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吗？好，那我们都是在信仰的真道上有了更深的认识主，所以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来到上帝面前？然后呢？你会不会在主面前跪下来？会，很好。你会不会向主祷告你所面对的困难？存着信心向主祷告，全然的仰望，然后呢，去体会上帝在你生命中面对你的困难，他怎么带领你，体会与主同行。来到上帝面前，将我们的困难交托给上帝，祈求他帮助。而你要深信说，这个时候我所面对的困难困境，正是上帝再一次要把我带到他的面前来，去体会他的同在，去相信他带领，去看见他奇妙的大能，要再一次在我的身上展现成全。阿们。你要这样的信心，你所交托的事才能成就。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所交托的事就没有办法成就，因为那是你靠着你自己，你没有真实的仰望，全然的交托。上帝做事一定有他的计划，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存着信仰望他，不是说上帝啊，求你帮我完成我的计划，让上帝好像来替我们做事，不是存着这样的心态，而是说上帝啊，我有这样的计划，我有这样的困境，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有这样的思考，我放在你的手中，能够合于你成全的，合于你的旨意的，那么求你成全，求你帮助我，怎么样活出更能够合你美好旨意的生命生活出来。有一个年轻人，他觉得活在那一种
非常的繁杂，他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走，所以他内心的里面实际上是非常的挣扎，他很痛苦的，脸上没有笑容。有一天无意中他来到一个礼拜天的时候，他来到一个街角的角落，有一间小小的教会里，就在里面他们有在聚会。这间小小的公会里面坐着10几个人礼拜，而那一个主日刚好是大雪纷飞过后的隔天，所以呢，路上呢几乎是动弹不得。礼拜天的主持的讲员刚好没有办法来，因为太远了，路上被阻碍。后来这间小教堂里面就推选着一个年轻的执事，说你今天你就上来跟大家分享。临时性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好吧，他就翻开一处的圣经，就写着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45章22节。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普天之下再也没有别的名可以得救，只有除了上帝以外。就用这一节经文再跟大家分享。亲爱的朋友，他说仰望就是你不用费丝毫的力量，你只要把头抬起来，注神注目的仰望上帝，连天底下最大的傻瓜，他也会懂得要仰望，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的困难，你不用花费很大很大的力气。这时候，这个年轻人，他就因为他就看到这个小礼拜，所以他就进来，就坐在最后面那个小墙的角的角落里，一起在做礼拜。大概过了几分钟以后，这个年轻的执事呢，他看到今天突然有一个刚来的那个年轻人，他就盯着他看。他说：“年轻人，我看你脸上没有笑容，满脸的愁容。我告诉你，你要仰望。你如果没有仰望，你活着痛苦，你死了也痛苦。”这个话语好像晴天霹雳的打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我告诉你要仰望，最傻瓜的人也学习，也知道懂得仰望。这个年轻人他忽然吓一跳，因为从来没有来到这里，就指着他，好像圣灵在对他讲话，说你要仰望，你要仰望上帝，仰望就必得活。对他来讲，好像晴天霹雳、雷声大响一样。台湾话说“喝天当雷”打在他的心灵上面。可是呢，从这一刻开始呢，这个年轻人他的心里面被振奋起来，就像摩西在旷野里用铜蛇来拯救那些瘟疫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得罪上帝。只要仰望铜蛇的，就必得救。所以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今天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记号，好像有铜蛇挂在上面。有一次我到了内湖安宁，那在一个会议当中，就有人提到说，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这个 mark 呢，到底为什么会有铜蛇，会有蛇蛋这样的一个记号呢？后来当大家都在想不透的时候，我就开始假搞，我告诉我们大家，从信仰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摩西的铜蛇啦。仰望铜蛇，当时候上帝的拯救就必得救。所以今天世界卫生组织用这个 mark 来看，就是希望也成为人身心得着拯救、得救的一个记号。这是我自己联想的，我想应该也是这样才对，用信仰的眼光来看。所以对这个年轻人来讲，仰望再一次给他很大很大的激励。他说呢，那时候他的心里巴不得跳起来，极其火热的唱歌赞美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开始学习用单纯的信心来仰望神。从那时刻开始，他深深信靠主耶稣，在他的生命里得到了喜乐跟平安。弟兄姐妹，这个年轻人是谁呢？就是19世纪非常著名的
施布真被称为布道的王子，施布真牧师。上帝从一个年轻人单单一句话，就在他生命里带来多大一生的改变，让他把福音传遍了所有的人。所以，当我们来信靠主，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对上帝的话语是有动力的。我们常说，信福音、信仰、信息是带有大能的拯救，上帝的话语是带着大能的。他能够从年轻的施布真给他一个这么大的感动，使用他为上帝一个非常重要贵重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去使用这么大强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用信靠，用信单单来建立。所以圣经希伯来书11章6节告诉我们说，来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他，对不对？信靠上帝，信有上帝，并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你来到神面前，你真的把你的困境交托给神，你真的用100%的相信上帝在你生命的动工跟引领，我不相信你的事没有办法成就，一定可以。我们必须用信心去经历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这样跟我们的信仰里才有真实的符合。当我们从小就在教会里，当我们时常的在唱敬拜赞美的短歌，那种属灵的诗歌，当我们的心里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紧紧的抓住上帝的话。18世纪，上帝也拣选一位忠心的仆人，带给英国全国属灵的大复兴。这个人就是John威斯理约翰牧师。他跟上帝怎么说呢？他说：“上帝啊，只要你给我100个忠心于你的仆人，给我100个就好，忠心于你的仆人，我就可以把整个地狱翻转过来。”这是多大的信心！我们长老教会的确需要这样的信心动力，在我们的教会里，因为我们的教会里，感谢主，现在有许多的教会开始看见了，开始不断的在兴起，不再像以前沉睡的心灵，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已经开始渐渐在苏醒。可是我们也看见长老教会太庞大了，我们的机构不断发生很多的问题，包括现在的马偕医院，我们的内心都很难过，特别这些自身的马偕人。John威斯理牧师说：“给我100个真正忠心于主你的人，就可以把整个地狱翻转过来。”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所做，就为了那一点点，把一个老鼠屎把整锅粥都打坏了。有时候我们在医院里面不断的在想要做福音宣扬的工作，可是当我们看见所有这些有权威的人不断的在那里在信仰里面跌倒的时候，我们对员工，我们对所有人所付出的，他们眼睛一看到这个，他们就来跌倒了。你用多少个圣经的话语来激励他们？他说：“你基督徒也没有比我们更好，不是吗？”不知道，你的心里有时候会很多的难过、跌倒。真的是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要为所有的可以为主福音的做的宣扬教会的机构，都要一起共同的来祷告。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可惜，我们信靠主的人很少从礼拜中、从读经当中，将上帝的话语拿来真实用在我的生命里，去经历上帝的大能，以至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只在头脑上，
却不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跟主有很好的连接。我们可能可以说出一大篇信仰的道理，可是我们的生命里却失去了跟主的连接。雅各1章6到7节说，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神就必给我们。疑惑的人如同风海浪吹着海浪波涛翻腾，一点也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里起起落落。所以雅各书就这样告诉我们，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我们是用这样子来到上帝宝座前跟他建立关系。在信仰的历程上，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到底信心跟理性当中，他们的分野如何？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困难？到底我这样做是信心的，还是我的头脑、我的理性的结果呢？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理性？有时候在我们追寻信仰的当中，我们会有一点模糊，到底他们如何去区别？有时候进入对信心跟理性当中的这样的关系，会有错误的想法，不知道哪些是信心的范畴，哪些是理性的范围。比如说，当我信耶稣，当你信耶稣，你是用信心呢，还是用你的理智来相信主耶稣呢？不晓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是用信心还是用理性？我们头脑理性跟主交往，那理性是不是信心？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可是，当我们来想，你看，理性跟信心，其实他们是同时并进的。我用信心相信主，我也用我的理性思维思考上帝的话。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信心要在前面。年轻的司布真弟兄呢，他先仰望主耶稣，从那时候开始，主就改变他的生命。他学习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所以信心需要理性，理性也需要信心。信心如果没有理性，没有思维，或者是没有透过你对神的话语的思考分不清楚，有可能你会成为盲目的，会成为空泛的，自我感觉良好啊，上帝的意思一定是这样，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迷失。但是这样的稍微风吹草动，因为没有根基存在，很容易这样的信心就倒了，因为那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的认为，信心就洗掉了。可是理性如果没有信心，就会失去信仰的内涵。靠人有限的智慧要去认识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在今天的科技这么发达，有谁能够去研究了解所有的这些病毒，所有这些病菌，所有人体所有人的环境生活里面所有的这些人体带来的伤害，或者是说突变、基因等等，没有人有办法去因为科技的发达就能够完全的了解。人也不能因为说了解自己就觉得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的了解自己，人也没有办法用理性要去了解上帝所创造的整个大自然界里面，去研究空气到底是如何，太阳的结构到底是怎样。我们一出生就有阳光了。他是怎么样子有这些？上帝如何去创造这个宇宙大自然？没有办法，人用他的有限的智慧要去认识无限的上帝。所以，用很简单的例子，正如我们在拟定计划的时候，我们会先做什么？当我们各个团契、各个部门在做施工计划的时候，
你会先做什么？你会不会先祷告？祷告是一种什么？信心的行动，仰望上帝。借着大家的思维，在这样的计划当中，你先仰望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这样的智慧能力来做计划，怎么样让事工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完全。最后结束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会祷告，把这个主权再一次交回到上帝的手中。所以信心跟理性岂不是这样子吗？信心全然的交托，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去共同的思考，上帝感动我们，让我们去让这样的事工可以成就得更好。最后我们又祷告上帝，把主权交在上帝手中，求圣灵来带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岂不也是这样子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程序，不是吗？如果有谁说我靠我自己可以，他不用祷告，那他是靠着自己。如果有谁说我很有信心，可是他却没有仰望上帝，然后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扎根，只凭着热情，稍微风吹草动，稍微试炼来临，信心就熄了，不是？我们的根基在耶稣基督上面，所以信心跟理性它是一体。可是信心要在所有的理性之前，让上帝来修正，把这样的事情交托给神以后，就让上帝来修正我们的脚步，来引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计划什么，我们教会在做什么，就能够蒙福。这是个很重要优先的顺序。以弗所3章20节说，上帝就把这一切我们所从来没有想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给了我们。当路加在传福音给罗马的一代非基督徒的时候，路加福音1章2节到3节说，他对他们传扬福音说，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过了，我按着次序来写给你们。有没有？当你看路加福音，你有没有前面的时候1到4节，你2节3节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自己？这些都是我按着次序，照着事实发生经历，一五一十的从头详细的来告诉你。那就是什么？我在传福音告诉你们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是有根有基的。这样的信是定基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里面。所以以弗所3章17节又说，是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的爱心成为有根有基。第二，你要全然的相信。当我们知道理性跟信心的分野之后，我们就是全然的相信上帝的大能。圣经说，神的话语一出就必成就。上帝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注意到创世纪1章里面说，上帝怎样？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上帝用什么？说就成就。所以上帝的话语一宣告一说，它就是带来力量的。我们必须这么相信，全然的相信神的话语一出就必成就。希伯来11章1到2节说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能够跟史布真牧师一样，一生为上帝所重用。所以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面用100%全然的相信，经历上帝的大能。影响光明一书的作者纽顿牧师说，一颗小小的信心能够移动山岭。如果你也具有这样的信心，你的力量是何等的大。耶稣不也是这样教导吗？如果你有信心，你就说将这山从移到那边，他也要移过去。这是何等大的经历。如果你去看基督教今日报，有很多外国的宣教士、布道家不断的来台湾来激励我们。
是不是牧师说，小小的信心能将你的灵魂带到天堂？如果你有大的信心，你就可以把天堂整个带进你的生活里。小小的信心把我们带进上帝的国度里，带到天堂。大的信心能够将天堂带进我们的灵魂里。所以我们应该让上帝的荣耀装进我们的生命里，如同但以理一样被抓到外邦的地方去。他一天3次开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向着神的殿祷告。如果我们有这样大的信心，即使在困境当中，我们也能够这样做，上帝就始终保守他的生命。我们看到约瑟也是一样，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无论他在困境当中，在监狱当中，上帝也是给他一样充满着属灵的力量。我们要向上帝支取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有很大的信心，如果你有很大的魄力，如果你有很大的盼望，你要向上帝这样祷告：上帝啊，给我，我要。我们要像那，即使雅各不好，可是我们也要看见雅各那紧抓上帝，他的那紧抓的部分，那一个心智，上帝因着这样就给他。阿们！上帝也要因着我们这样给我们。我们要这样的决心，给你的婚姻，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孩子摆上，上帝祝福他们。你要这样的信心来仰望神，全然的相信他的带领，他的保守。当你看到约翰一书5章4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句话：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记住这句话：凡从上帝生的，我们都是来自上帝的孩子。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即使很困难的，也要成为容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去显出我们对上帝全然的相信？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马偕博士在1872年3月9号来到淡水，当他举目望山的时候，他说：“圣灵就告诉我，我妈该叫的是你的高苦，这就是你一生要服侍的地方的开始。”他说有一种清楚的声音告诉我，马偕，这就是你要宣教的地方。所以当我们今天到淡水那个圆环那个马偕铜像，你再跨过去，海边有他上来的一艘船，马偕铜像在那里，有没有看到？去淡水河边的，那就是马偕上船在那里的地方，在那里下船的地方，来纪念他。29年在台湾的岁月，使他无论在宣教建立60间以上的教会，沿着淡水河，今天的三峡、松山，这些都是沿着淡水，都是马偕建立的教会。他在教育上，我们也知道，今天的淡江中学，今天的真理大学，台湾神学院，他在教育上，他在医疗上，帮助学生认识250种以上的药物使用。他不是医生，但是他来宣教前，他有到医学里面去受一些装备。他在台湾引进许多的农业，我们今天的高丽菜、萝卜，这些番茄，这些等等都是他引进的，帮助台湾农民的经济。你如果到街医馆，你会看见，有一些都是到真理大学牛津学院里面，你会看见当时候马偕他用很多的那些种子，他怎么样带来台湾，在这里来帮助引进来，让很多人因着这样改善他们的生活。马偕的传记里面他怎么写？他说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我来到台湾是要为着什么？是要研究人种吗？物种吗？他也写绿蜥龟怎么上岸产卵，他也写蚕怎么样从地底上来，怎么样蜕变的经过。他说我来台湾是研究人种、物种、物质学、植物学这些东西吗？动物学这些吗？他说这些都不是我来台湾的目的。我来台湾的目的是为了把基督的信仰带进给那未信上帝的人们当中，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生命。这才是我来把基督耶稣的名介绍给他们，这才是我来台湾的目的。在他的传记里面明明的写着这样子，告诉我们他来到是把基督的信仰带给未信的之人，帮助他们建立起信仰，那才是他来台湾的目的。马偕博士1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立定将来要到海外去当宣教士。他的一生，上帝如何成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全然的相信。当我们摆上了上帝要这样使用我们。第三，以信仰望。全然的相信以后，你就要用信完全的来仰望上帝他在你生命中的带领。信心的本身就是一种展望的行动。我们一起来跟着我把这句话念一下好不好？信心的本身就是一种展望的行动，引导我们向着神应许的美地前进。记得哦，信心的本身就是一种展望的行动。这样的思考，我在思考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从今天我们的创世纪12章1到4节亚伯拉罕而来，给我这样的一个想，给我这样的一个提醒。信心本身就是一种展望的行动。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之路，他就是这样子，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一位义人。我们不清楚，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很多亚伯拉罕从小时候他的背景如何，他的成长经过。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族长，古代族长，是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他有很丰富的财富，很多的仆人、仆婢这些，还养很多游牧民族，很多的财富。我们也知道他是住在当时非常文明的一个乌尔的地区，他本来可以过着很舒适的日子，有自己的这些壮丁，有自己的仆人，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财主。当我们看见他的侄儿罗德被抓去的时候，他派多少人去追，去打仗？300个，对不对？有没有？那我们看圣经应该看到这个，他派300个壮丁去跟他作战，把罗德的东西，把他们妻子儿女，他们才通通给他们救回来。亚伯拉罕是一个大财主他有很大的力量，他可以派遣300个人出去征战。你想想看，他是多有权势的人。可是有一天，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在那里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要祝福你，如同天上的星星，海边上的尘沙那样子的多。”亚伯拉罕就出去。如果说我告诉你说，某某某，你跟我去，你要去哪里呀？你要带我去哪？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为什么要跟你去？你会怕，你又不知道担忧怎么走。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地方去。他没有问上帝很多，上帝你要带我去哪里？我在这里不是好好的吗？我权大势大，我所有一切不是都非常的丰富吗？为什么要去？为什么一个大家族的迁徙非常不容易好好的一个有山有水美好的地方，肥沃的草地，为什么我要？你知道乌尔在幼发拉底格里斯河的下面，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我们读历史有读到，就是古文明地区。为什么他要离开这么好的地方去？
他没有问上帝，他说好，他就去，去到哪里不知道，怎么样去？上帝没有告诉他，你先到哪里，再到哪里，就引领着他向前。他用信心成为一种展望的行动，跟着主，跟着神要带领他，就到哪里去。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他只知道上帝要应许给他，将他的后代赐福给他。可是我们从圣经也可以看到一个答案，他怎么样子跟随神？他每到一个地方，如果你翻开圣经13章，很快的瞄一下、看一下，因为这章我们太熟，可是我们常常却没有抓住其中的经历。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对了，他就足坛献祭，跟上帝有好的灵通交通。他每到哪里，他就献祭，似乎来告诉上帝，我就在这里了，我已经到这里了，我在这里，我到哪里我都要敬拜你，跟上帝有美好的连接。弟兄姐妹，当我们买房子，当我们去到那，当我们要工作，当我们的孩子要去当兵的时候，你都会做礼拜，那是一种献祭的表达。当你到哪里买房子安居乐业以后，你们对上帝的感谢，上帝啊，在这里就是你临在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他继续用设祭坛来敬拜上帝，和上帝有很好的连结。亚伯拉罕改变这个世界的历史，也成就我们的今天。他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虽然到他死的时候只有一个以撒，他的唯一儿子，但是他相信上帝对他的应许。所以信不是用眼睛看到的，而是你真的相信上帝在你后来的路途当中，上帝的带领你，上帝的引领你，上帝的祝福。很多人他的信是只在眼前，我们的信不要这么肤浅。我们相信上帝就摆上，看上帝怎么应许，怎么成全。他是一个处事无变有的上帝，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在看以赛亚35章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在沙漠开江河。”沙漠怎么开江河？我会让沙漠又有美丽的玫瑰花出，有水泉从那里涌出来，有溪流涌流。你有没有看见这里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盼望？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跟我们有生命的连结。圣经从没有应许基督徒在世上一帆风顺，不会遭遇任何风浪、试炼的来临。可是上帝的恩典却应许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足够我们使用。所以《活出美好》这本书呢，偶尔贾斯汀，我不知道我们看过，我相信也看过。它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书。有时候你在礼拜天早上的时候8点，不管是史丹利牧师他的讲道，还是在礼拜天有时候偶尔贾斯汀牧师他都会有很大的布道。有时候可能在晚上或下午，你在听他讲道的时候，哇，你的心里真的充满着火热。在美好的《活出美好》这本书里面，他这样子写。他说：“当你的日子过得不如意的时候，当试炼不断的来临的时候，当人们说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梦想永远不会成真，你要这样提醒自己：是谁在掌权？是谁在为我开启机会之门？”他的信心，他的信息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当日子足歹过的时，你不知道要安怎；当试炼来临的时，你要知道谁在掌权，谁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谁在为我们开启机会之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献上感谢。当我们用信心来到你面前，我们也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用悟性，也要一起来思考神你的话。当我们用信心仰望你的带领，深信上帝你有更好计划的时候，我们要也用我们的
深深的思想主，你要成就这一切。让我们用信心，就是一种展望的行动，靠着主，向着美好应许的美地前进。有信心的人总是看到每一件事背后上帝的恩典跟祝福，没有信心的人得不到也看不见。主啊，叫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成为你的孩子，就是要成为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信心的恩。求上帝帮助我们，借着你的道，使我们的生命里活了出来，也看见主你的祝福满满在我们的当中。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非常感谢今天袁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信息。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也听过，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大概29岁之前，他心里常常在讲一句话：相信上帝会带领你，比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更需要勇气。那个人是谁？就是我。但是，就像林牧师讲的，当我全然信靠的时候，这一切就这么简单，只要仰望，所有的困难，主就真的带领。我们等一下用今天我们要回应的诗歌，以信注目仰望。我们从这时候拿出我们勇气，一起来注目，因为上帝必定会带领。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样回应诗。
请各位依然站立，来唱奉献的歌。信心，把我们的收入部分现在也价钱，神啊，求你使用这些金钱，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你，直到地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只要把这个信心，以当做这个展望的行动，注目在你身上的时候，神啊，你的祝福就大大的倾注，神啊，我们就把这些金钱恭敬的献上，愿你祝福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请坐。这是我们要来报告，在报告之前，请大家随我来把今天的华语的金句，这个华语的金句是记载在提摩太书后书第1章第7节，请我们一起开口来念一次。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再次，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7节。那下礼拜要轮值的圣工的轮值人员，请大家自己来注意下礼拜，然后准备心来服事。接下来我们把今天周报里面的一些消息报告重点的部分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先看第3点，本会定于11月10号，礼拜六上午9点30分到下午3点，会举行今年度的事工研讨会，请长职跟各团契的一个新旧队长督导参与，然后报告本年度的活动内容，并针对明年度的事工规划跟需要的预算提出这样的一个提案。那我们再来看第6点，今年的圣诞节表演节目将定于12月23号下午举行。那欢迎各团契、社区班或者团体报名表演节目。那报名的话，请在12月2号之前向我们布米利姐妹做表演的报名。再我们看一下第8点的部分，我们教会贝如弟姐妹在天意剧团里面将有在11月7号到11月11号在国军文艺中心活动。那这里面这一次的表演是以拔丝地瓜咖啡馆这舞台剧为主题。那也希望我们教会的会友一起去参与以外，假设我们有一些亲友或朋友有这样的兴趣的话，那我们也是鼓励他去参与这样的活动。那接下来我们针对这周报里面所写到的一些肢体交通跟代祷的事项来做代祷。我们今天要代祷的东西有这位国家来做代祷，
我们也会特别为最近发生的台东那边跟宜兰那边发生台铁的一个事故，也为了事故，不管是人祸还是怎样的一些或家属的一些心理的受伤苦难的事情来代祷。接下来我们为教会各团契聚会跟未来发展闭幕的事情来代祷，当然也为刚才所讲的11月10号里面各团契里面要提出的一些明年度的事工，我们事先来代祷，也预备心，让主来带领我们来做教会复兴的工作。然后我们为教会一些年长体弱生病的人来代祷，也为林永佩的这一家的信仰健康学业起居工作来代祷，我们一起为了这些事项来做代祷，请起立。压伤的芦苇，你从来不去责怪它；将灭的灯火，你也不会吹熄它。你体恤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一切的重担。你照着我们原来的面貌接纳我们，虽然我们成为背弃你，虽然我们曾经犯过罪，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你使我们从软弱中得着刚强，你让我们在什么地方软弱，你就在那地方重新扶起我们，让我们再次得着刚强。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的信心常常是如此的软弱，我们常常疑惑，你是不是真的会带领我们，会体恤我们？主啊，原谅我们信心的软弱。主啊，我们愿意信靠你，求你赦免我们的不幸，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不幸。当我们处在信心软弱的时候，求你用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充满我，帮助我全心的信靠你。人死的天路，我们也在此恳求安慰主的人的神，您再次安慰教会身体有病痛的人，心理软弱的人，让他们有信心再去战胜他们身体上的病魔跟心理上面的困扰。我们也再次同心合意的来祈求主你眷顾我们这个中心教会，让我们教会里面的会友知道仰望，知道遵守你的旨意，让我们彼此在爱里面同心合意。求你给我们传福音的重担，给我们爱的灵魂，让我们不会因为传福音会遇到很多苦难而来停下我们的脚步。我们愿意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献上自己，希望我们所做的事工都能利益于人，也能荣耀主的名。
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仰望，我们祈求，这样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此时，我们来唱新生诗392首。颂咏后，我们请严牧师来为我们差遣跟祝祷。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愿主与你们同在，也愿你们心灵同在。阿们。阿们。愿福音的大能充充满满的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成就了主的一切荣耀，使我们在他的手里成为主极大贵重的器皿。愿主耶和华上帝的眼目时常眷顾我们每一个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从今时到永远。阿们。请我们邻近的朋友，大家问好，别告我问好。谢谢你。想让你看。麻烦你。喂。等一下，连牧师要跟你们分享，他可能会用到会给他弄一下，因为他有在那个 notebook 上面。世
望在后面诗班的那个同工对，尽快入座我们在礼拜之前，在最后今天我们要献诗的部分再做一次最后练习。我们希望诗班的话尽快到诗班席这边入座做最后练习。我是想。这里只有2只哎，真的是太少了吧？时候。直接拿从前奏。然后低声部就哦，有人归。
20小节。行。
会用投影机。还好了，还好了，还好了。哦，对。至善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好款待阮，互阮暂时安稳伫你的膝下。早起阮的目睭会当闭紧，佫会当迎接你所赏赐甲祝福的安乐生日。特别这个时阵，阮充满欢喜甲感谢，因为阮会通参与伫你延长时间的顶每部分。主，阮感谢你。可是你知阮的软弱，会少年阮是土粉，所以恳求上帝，你欢喜帮赞阮每一个人，早起伫你的面前所负担的服侍的工作，愿你的困难降落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愿阮所做会通延长上帝，也会通带领阮所有兄弟姊妹到伫主你的面前，看见你的恩光。领受主的祝福，主阮知阮的责任真大，所以阮将阮的软弱交托伫你，愿你用你的惠难灌纳伫阮，也扶持阮的软弱，互伊成做永驻。三将将阮早起伫你面前所要服侍的工程来交托伫你，愿主祝福阮每一个人，也用你的神充满伫阮逐人的心上，安尼祈祷。感谢父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这礼拜日早起会使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即马会是不是有会甲边仔的人讲，真欢喜在遮甲你敬拜上帝？真欢喜。要叫家人讲嘛，要微笑的讲，你无紧张，我来甲你讲。你无紧张，我来头前。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真欢喜。真欢喜甲你敬拜上帝吼，大家拢做欢喜在遮做伙敬拜上帝，这有一首歌叫《新的界面》，这吼就是伫信息头前，咱经常在他那个念的，我们把它变成一首歌，放在咱的心内底，用快乐的旋律来放在我们的，把新的界面放进来做伙唱，吼，做欢喜的一首歌。亲像家己。
就真心真心听出你的上帝的时阵，你要记得这句话是甲你上帝唱的，你要尽心尽意，嘛是甲你家己讲的，尽心尽性尽心。刚刚文艺老师讲，尽心爱闭嘴巴，尽心尽性尽意要听出你的上帝，然后是对你家己讲，对上帝讲。第二句是，讲你听厝边，亲像家己，甲你隔壁迄个人讲吼，隔壁迄个人讲，你就听厝边，亲像家己咧听我，甲听你同款哦吼，来，我来唱两解。上帝是听咱每一个人，上帝的听是大过深，上帝的听是要来吸引咱每一个人，咱就是爱多多去爱伊。咱搁来唱第二首歌，叫《主我愿多多属于你》，咱就是爱多多属于耶稣。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较无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互我心多多爱你，咱做伙来唱这首歌，主，咱要单单独独属于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你，我的爱来吸引我。
耶稣，我们愿意单单向你，我们一起来祷告，跟耶稣说，我们好爱你。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们同在。耶稣，谢谢你用你的爱来摸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全然向你，让我们能够单单属于你。谢谢耶稣，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咱同心来敬拜上帝，请走啊，美岛。摇花是应该学落的，因为伊听我恳求的声。摇花是我的退路，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落伊。这时，咱来吟诗学落上帝。信诗第4首，信诗第4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对。
尼西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看信息的头一页的第16页，咱齐声来读。阮信道义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阮信道义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地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白同质同体。但伊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做出咱也出世成做人，伫本丢几啊多年来为咱历史界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的第3个我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被伊永远在到底是来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信相信王命主圣是对爸甲囝主，甲爸囝常受敬拜，当受荣光。伊8千年讲话，阮信一个圣王王属所的教会，阮做伙一个为这社会洗礼，阮希望3个我来洗王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启文第36篇，启文第36篇，记载伫信息后壁面的1063页，记载伫信息后壁面的1063页，我来启，你来应。启文第36篇，就听智慧你叫，聪明的出声。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智慧伫城门口。众人啊，我叫恁；憨皮的人啊，要学习精明。就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造我，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我出世的时还未有生烟，我出母胎的时大山也未受造，彼时大地甲田野也未创造，也未安置宫窗，也未伫海面画地白线。伊伫空中布置云彩，甲海定界限，互海水袂搬过界，甲大地下地基。彼时我伫伊的身边做师傅头，家己互伊欢喜。意爱伊，互人活徛起的世界。当我的囝着听探我，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听看我的人真有福气。找到我的人，就是找到性命。一时请甘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大全能的上帝。感谢你的引带保护。阮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甲顺利，以这新的主日，大家做伙要伫你的圣殿，要用灵诗、乌鲁来感谢你，恳求圣神降临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门，互阮来专心来敬拜你。亲爱的主，你知影阮的软弱，常常放纵家己的需要，
去做的萝卜，夸口家己的才能，常常袂记人所有一切拢是天父所赏赐的，甲无伫的小可了解，当作是全部的智慧。全能的父啊，求你怜悯阮，求阮脱离这罪的偷棒，伫你的疼内面有毋望。无论生活中有拄着忧伤、痛苦、目屎事，你拢会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我们将你的话记在阮的心中，成做阮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教会中若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伫病院的人，求主来医治因，互因会得到健康，也为着一摆高铁事故有死亡，还是有受伤的家属，还是人受伤的人，拢会使得到主的安慰，甲伊做的祝福。咱也为着教会的牧者甲事工来祈祷，也求主赐因有智慧、有力量来互主用，也为着本教会会使真侪有一个见证、恩典满满的活命教会，伫社区中荣耀上帝。即时，咱也愿主的圣灵教伫咱的心中，互你的话会使透过灵牧师的喙，互听的、讲的，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带咱来学罗上帝，歌词印伫旧报头一页的下底。即是咱三甲来看上帝话，第一部分记载伫旧约的圣经马拉基书第3章第8节到第12节。咱看第一部分是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3章第8节到第12节。家己汉语本的圣经旧约的部分是1059页。旧约
旧约圣经的部分是1059页。免着我来读。人检通偷摕上帝的密码，伊竟然偷摕我的密，总是恁讲，阮伫什么事偷摕你的密啊？就是伫应该拿的1/10甲礼密，因为恁通国的人拢偷摕我的密，所以恁受同的咒诅。万军的耶和华讲，恁着用1/10完全送入府库，互我的厝有绵羊，用即个来试我，看我果然甲恁开天的窗仔，摒好去互恁，到无地通下无。万军的耶和华讲，我要为恁即笔草莓，无容阮毁坏土产。你的田内的葡萄树，你袂熟的大生也无落粒。万军的耶和华讲，万国要称恁做有福气的，因为恁要做通欢喜的地。第二个部分是记载伫新约圣经的部分。第二部分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6节到第9节。甲你汉语本的部分是新约的部分是209页，209页。哥林多后书第9章的第6节到第9节，免着我来读。若是我讲，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着的，无得烦恼，无得勉强，因为欢喜摕出的，上帝疼伊，搁上帝会疼，互逐项的荣光充满到伊，互恁凡事常常充足，通行逐项的好事有够满满。照所记载讲，你有大写诗，你有真这颂扬人，伊的意应应伫地。以上，即时要请林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好管家平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诗篇37篇34节，安尼甲咱交代，讲你着听候耶和华，遵守伊的道路，伊就高升你，互你承接土地。搁共款37章的37节，也安尼甲咱讲你着详细看迄个完全的人，看迄个正直的人，因为和平的人有好的结局。这个拢是圣经在甲咱讲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叫咱着听候上帝，叫咱着去看遐个义人因的所行甲所做。咱知影以前阮少年的时，咱若买物件，着特别讲伫电器类啦吼。去买的时阵，迄个商店拢会甲咱送来到厝内，然后甲咱装甲好势好势。即马无共款，即马你甲买，伊甲你送来，剩的恁兜的代志，即阵你着爱家己去装，家己去创。总是咱哪有法度通装，哪有法度通创？无，总是伊有甲咱讲，拢有甲说明书。所以咱买物件转来了后，要安怎装，要安怎创，要安怎用，拢有甲说明书。上时阵也有图，伫迄个所在甲咱讲，咱安怎创，安怎装，就会通完成迄个
气的这个作用。有时阵咱咧想讲，到底咱伫信仰的顶面，敢若亲像愈来愈亲像这个款式。圣经煞诚做是迄个说明书，圣经诚做咱人生伫甲咱指点每一站、每一项代志所着行、所着做的事，安尼甲咱讲到真清楚。所以换一句来讲，圣经就是诚做咱今仔日伫地上伫生活的一个说明书，要带咱到伫上帝祝福的迄个所在。最后说，我伫路加第12章讲阮一个叫做这个愚戆的好野人。迄个愚戆的好野人了后，伊有讲一句话，讲你着将财宝藏伫天里。来到马太第六章的时阵，甲咱讲，独独为着家己积住财宝伫天里，是虫甲仙袂拍歹的所在，伫遐也无贼也通偷摕的所在。这是咧真实伫迄个所在咧，甲咱讲起，咱人生伫咱的生涯中间，咱对某一样代志应该着做，到底是甚物款式，应该着安怎行、安怎做，才会通合上帝意思。然后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一个囡仔要去读主日学。爸爸对裤袋安尼扔50块，就是两个50块嘛100块啦甲伊个囡仔交代讲，这个50块，互你做这个买物件用的啦这个50块属于你的，搁另外一个50块，这个是要互你送主日时了后奉献的是奉献。哇！这个囡仔当然欢喜嘛！我去礼拜有50块通奉献予上帝，有50块通我家己做买4手来食，所以当然真欢喜安尼。哇！真体力好，欢喜哦，跳。忽然间一个50块偏咧涂骹，哇！直直高，高到倒位去？高到水沟底落去安尼。迄个时阵。囡仔看大海，我100块，我剩50块，当要安怎？然后咱伊就当然照去读水日学啦。当然水日学咧奉献的时阵，这个囡仔心肝擦。我剩50块，我这50块要现了吗？要现了我都无咧，唔现咧，爸爸交代我再现50块咧。所以伫个所在心非常的挣扎真惨。后来这个囡仔想一个办法，甲上帝祈祷，上帝啊，爸爸100块互我，一个50块要互我用50块要献予你。上帝啊，你的50块已经咱个涂骹，已经装伫迄个沟底。所以这50块是我的不是上帝你的这个是一个故事吗？甘才是，总是这个故事要互咱想什么物件。我想这个囡仔所做，当然是囡仔人伊所想唔知，总是至少互咱去想，到底上帝予咱的物件，你是要甲伊判定还是讲这个是属于我的？才会拢是咱家己去决定，总是圣经有伊的指示，讲咱应该安怎做甚物。有一摆耶稣互这犹太人伫迄个所在甲伊试，安怎讲？讲耶稣啊，阮纳税互该撒合宜也无合宜，阮到底通将这个钱来诚做税金互这个该撒毋免安尼。耶稣甲伊讲，你摕钱来我看。后来摕来的时阵，耶稣甲伊讲，这个钱的顶面什么人的像？伊讲这是该撒的像。耶稣甲伊讲，该撒的物献予该撒，上帝的物献予上帝。
这是圣经互咱一个真深诶，即个意义甲价值。也换一句来讲，上帝伊原是将即个金钱诚做一款诶，即个财米，也是诚做一个托管理，来诚做管家诶一项代志。所以咱即几礼拜中间，因为咱今年即个主题就是讲安尼装备家己参与侍奉。即个参与侍奉就是讲咱诚做上帝诶一个管家。要诚做上帝诶管家，伫咱诶生活中间4项代志，甲咱足有密切诶关系。我已经讲3项所以咱早起要三甲继续来讲。上帝交代咱的金钱，咱着诚做一个好的管家，好好来甲伊使用。因为圣经甲咱讲，咱若诚做好的管家，当然有得到好的祝福。咱请大声三角来祈祷，感谢听我的上帝，伫你的恩典甲疼痛的内面，阮通享受你所赏赐阮一切的物件。主啊，阮也感谢你，伫阮的人生伫过日子的中间，你也为着阮备办善的主日。即日你分别做圣，即日守的人你欢喜受阮赐福。主，阮感谢你。主，阮敢只是用虔诚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要仰望你，要期待你，用你的话来验验阮。上时阵也用你的话带阮到伫你祝福的所在，主，阮当恭敬将早起的服侍来交托伫你的手中。主，阮伫即个服侍敬拜你的时，阮少年、阮的兄弟、阮的姊妹，如果若有人破病伫床里，主求你甲因三甲治地，欢喜减轻因的艰难，照因逐人的需要。来补满，若有出外的，主恳求你甲伊三甲治地，欢喜施恩，伫保守因，互因安稳伫你的面前。但愿即时要用恭敬的心来服侍你，求你的神即时降落伫阮的中间，开阮的目睭来看你律法中的奥妙，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你的恩典甲祝福。互你的言语伫阮的心内，诚做帮助阮领受你祝福的路径。阮将即个时大声安尼交托伫你，求你施阮赐福，安尼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马太第25章，耶稣设的譬喻，就是讲到最好的管家。迄个最好的管家中间。有咧讲起主人将5000个、2000个、1000个来交代3个奴仆，也盼望这3个奴仆会通好好去管理。我会记得第2摆咧讲好的管家即个才能的时阵，我有甲咱讲起马太25章14节到30几节，即个中间所得讲迄个5000两2000、1000。迄个钱，原文的圣经是讲叫做财能，所以就是管理钱财也是一款的才能。所以咱毋是干那要讲起耶稣咧讲起，上帝将5000个才能、2000个才能、1000个才能交代你若定，上时阵咱也袂通袂记得迄个字面上的迄个意思。就是关于钱的代志，所以咱议员要对即个来得到启示，上帝交代咱使命的中间，最关键的中间，其中有一项咱毋通袂记得的，就是金钱。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圣经的内面，两位拢是咧甲咱讲起关于钱财的即个事。也是咧关系甲咱讲起，咱着诚做好管家来管理上帝所祝福互咱的即个钱财，咱着应该怎样伫迄个所在来管理？我会记得我甲咱讲起，我要用12个小先知来连续甲咱讲，
因为要讲咱即个教会活动的中间咱大仙应该成做一个管家，所以有2站。早起要搁接线伫迄个12小先知的中间的一个小先知，就是咱的旧约圣经上煞尾的一本，叫做马拉基。即个先知马拉基第3章第8节到12节，或者是咱会通讲马拉基即个小先知，伊所要甲咱讲的，就是伊有人讲咱着爱做好的管家，办的钱财方面，咱着做好的管家。所以马拉基又甲咱讲起，用上帝所定着的1/10，送入上帝的府库，互上帝欢喜。开天的窗仔门，伫迄个所在饼落福气哦，用饼的哦，毋是用滴的哦，毋是用牵的哦，是伫遐饼落来，要互你到无所在窗仔底。换一句话讲，人伫管理上帝互咱的即个管家，管的钱财的部分是一条管，什么管？就是祝福的管。咱即条祝福的管要探到上帝遐，然后上帝通过即条管，连将你的恩典，将伊的恩典较施温来通过即条管来探到伫咱的即个中间。所以咱会记得马太25章内底，你讲了5000个、2000个、1000个，迄个到尾的结果就是5000个赚5000，2000个赚1000，1000个赚无半角。所以然后咱看见了5000个得到5000个祝福，2000个得到2000个祝福，迄个1000个离开主人的欢喜甲快乐。所以这就是要甲咱讲起，管理钱财真好势，就是得到上帝恩典疼重的人。当然，咱知影每一个人对这个钱财的这个看法，通讲是无共款。每一个人对钱财的做法嘛无共款，总是伫这个做法甲看法无共款的中间，咱知影有真侪人所讲关于金钱的代志。比如来讲，古早有一个名人，伊的名叫做 Walt Whitman。这个人伊安尼讲金钱是啥物？金钱是世间人普遍得的偶像品，钱财是世间人普遍得的偶像。意思就是讲，去人足崇拜这个金钱，金钱伫咱的生活中间就成做一款的偶像，咱伫迄个所在去服侍伊。搁有一个这个古早这个罗马这个帝国有一个学者，伊也是政治家，伊的名叫做西塞勒。这个西塞勒伊深深有一款感受到迄个金钱的迄个可怕，或者是讲金钱的迄个威力真大强烈的一件事。所以有安尼讲无有一个金钱袂话去亵渎圣所。无有一个金钱袂话去破坏堡垒，意思就是咧讲起金钱会通做啥物？金钱甚至会通摕来亵渎上帝、亵渎圣所。金钱也会通甚至伫迄个所在拍破所有安全的这个城垒。所以对金钱的看法，有的人就是安尼，有的人就是安尼。总是有一个作者，叫做定心得着乐园的这个作者，伊的名叫做米尔顿。这个米尔顿伊有甲咱讲一句话，讲金钱会带你到阳光的所在，金钱会带你得到一个真侪朋友，金钱会通互你拍败才会对敌的人来得到地盘。意思就是讲，金钱会帮助你得到足侪物件，阳光、朋友、官兵，逐项拢总有，甚至会通占足大的这个地盘。总是这个拢是咧讲的这个代志，当然毋是完全正确啦吼，总是至少淡薄，咱讲做片面即款的事实存在伫咱的这个中间。所以伫这个
耶稣甲咱讲的，讲咱着最好的管家，伫心态、伫才能、伫时间、伫金钱的顶面，咱讲着爱好好伫迄个所在来做。当圣经的内面，伫即个所在咧甲咱讲起，耶稣也要求咱大家讲，咱着做一个好的管家，伫即个金钱的顶面最好的管家所以甲咱讲人若将金钱看做是上帝所交代咱去管理的物件时，迄个钱财就要成做咱的效力。你若知影这个金钱是上帝交代我做，所以你欢喜伫迄个所在好好，成做一个管家的时阵，这个金钱成做你的助力帮助你，互你有口有气力，互你会通做搁较济这个物件。总是当你将金钱当作是你的主人的时，将这个金钱当作是管辖你的时阵，你要真做互金钱管辖，伫迄个中间变做互金钱甲你绑死咧。所以这个是一个咱家己去判断，到底咱应该着安怎做。所以若是做金钱的管家，伫咱的信用的服侍顶面，拢会通包括。咱有时常是安尼讲起，我伫服侍上帝。总是咱会记得，伫管理金钱，也是伫服侍上帝中间一款。所以服侍上帝，毋是干那时间，也是包括咱所得到的这金钱。所以咱早起所读《哥林多后书》第9章的69节，保罗甲咱讲少钱的少收，多钱的多收。后来咧，讲逐人着照伊心内所定着的，无得烦恼，无得勉强，因为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搁上帝会互逐项的恩典充满到伫恁，互恁凡事充足，通行逐项的好事。所以有时阵咱感觉讲，哇，上帝交代咱着10分之1，是安怎？总是保罗甲咱讲起，咱无得心烦，无得勉强，照你家己所爱、所定着的伫迄个所在来服侍。我想这个就是上帝恩典要甲咱讲一项真要紧的一项代志。所以圣经就甲咱讲起，当你做这个代志了后，讲因我的上帝就甲你三甲地地。圣经特别有甲咱讲起，咱是用金钱买来，就是上帝用重的价钱甲咱买来。所以基督徒的这个对金钱的这个观念，或者是基督徒对这款的金钱的看法态度，应该就是无啥物共款。甲一般人应该是无啥物共款。俗人的人是利用钱财，俗世的人是互钱财甲咱利用。所以咱要安怎决定咱的人生，当然是在伫你。总是圣经甲咱讲，当你将金钱来甲使用，互伊用伫有价值的所在时，上帝祝福。当你互金钱甲你使用到你真做金钱的路财的时阵，安尼对你的人生来讲就无路用。拄耶稣捌讲一个比喻，讲有一个青年的官来问耶稣讲：耶稣我着做啥物才会通得到永活？耶稣甲伊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迄个时阵。这个少年人讲在少年的时阵、细汉的时阵，我都拢做了，我都拢受过啊，无要紧。所以后来耶稣甲伊讲，那安尼你着做啥物，然后来对我。圣经甲咱讲，这个少年人就因为安尼面带忧愁来离开，结果伊是真做钱的奴才，结果是带着忧伤来离开耶稣基督。所以这拢是要互咱通知影一项事：金钱是上帝祝福，
你我咱大家的一个记号。啊，这个记号的中间是你安怎去使用，用了的结果，你要得到好、歹、祝福甲离开上帝福气的一个交叉点。所以咱应该着成做一个好的管家。就是咱咧讲起要安怎做好的金钱，好的管家呢？我想有3项代志，咱应该爱想。头一项代志，咱应该人物、金钱。对这个财物，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物。人生的确真正甲钱无法度通分开，无法度通脱离。所以咱常常有一句话咧讲钱若有，毋惊世事；啊钱若无，人就死傻。安知啦吼？有钱的人讲话足大声，有钱的人但个威风凛凛。所以讲做钱若有，毋惊世事，逐项代志拢毋惊。啊钱若无咧，人就死傻，就是讲即个头抬不起来啊！逐项拢甲人迄落，所以常常咱拢有即款即个感觉，这是咱会记咧一项代志。咱常常会感觉讲，无钱寸步是难行，因为安怎讲？因为咱逐日大门拍开了后，咱知影有7项代志，逐项拢着爱钱。咱讲做柴米油盐酒醋茶，无一项无用着钱的。咱透早目睭闭起来，闭起来目睭铁金的时，咱知影所拄着的，出门坐车爱钱，做这人爱钱，创迄人爱钱，所以伫遮咱会通知影，钱甲咱大家来讲是无法度通切断啦。所以咱一定爱需要钱，这是问题是上帝将这个钱当做一个福气来放伫咱大家顶面。这是放伫这个中间的时阵，是咱要安怎去甲用，才有利益。安怎去创，才有通帮咱。你若诞生一日一个钱，拍24个角，我想这个无下道理。如果你若亲像安尼，咱讲做浪费掉、挥霍掉，即款的也是无下上帝的道理。所以圣经内面就甲咱讲起。金钱对基督徒来讲，应该就要有一款真正确的观念。生不带来，咱出世的时阵无带到半箍来；死不带去，死嘛无法度通带倒转去，摕倒转去。所以上句有一句安尼讲，即句话：死体的心肠无靠地啊！死人的心肠无靠地啊，伊毋免早钱嘛，我拢毋免，因为安怎摕去嘛是无效，所以无法度通摕倒转去，到伫将钱带入伫上帝的国。所以耶稣伫马太第6章的中间19节有安尼讲无得为着家己积住财宝伫地呢，有通甲先拍歹的所在，又擦夜空头体的所在，所以就倒着为家己积住财宝伫天呢，通甲先袂拍歹，也无擦夜空头体。所以遮个拢是咧甲咱讲起，当你将金钱家使用，你诚做一个管家做好势来用的时阵，你应该就会通伫遐来诚做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工作。这个到尾是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当美国遐阁有迄个奴隶制度的时，大概若好个人拢内底拢有这个奴隶吼，拢有奴才。美国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奴才，伫迄个内面伫遐咧甲服侍伊的主人。这个主人看见这个奴才，真认真、真温顺、真拍拼。所以常常拢会用真济这个财物。伫迄个所在来帮助伊，互伊会通安尼无欠亏，逐项会通安尼用安尼。毋过即个奴才咧想讲，我若不是咧做奴才，我家己拢无出脱，所以就伫迄个所在将主人所互伊的即金钱，伫迄个所在直直积住，积住一寡足济。
啊，上时阵去藏在迄个安尼真秘密的一个所在，伊家己知影的所在。后来钱愈积愈济，啊心就愈来愈加，啊伫迄个所在就做代志就无专心啊啦，就无亲像古早安尼遐尼忠心恳恳伫即个主人的即个身上安尼所以人愈来愈贫大。所以即个主人就讲哇，甲即个路仔安尼住遮，敢若是无啥效的款，所以就将伊家卖互另外一个人。即个路仔当然要离开即个家庭的时阵，即个主人伫迄个所在安尼讲，除了你的衫裤以外，不准带任何的物件离开我即个家庭。结果呢？伊所接住伫倒，袂当撤去啊！因为伊藏条咧，也总是主人伊要离开的时阵，主人搁甲伊超身躯，除了几领衫以外，什么东西都带不走。有时阵咱伫地上底生活，事实上也常常是安尼。所以咱会记咧一样代志，如果咱若无将即个上帝所予咱的恩典甲祝福，好好来甲伊利用的时阵，安尼。有时阵结果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无得到祝福，无单去啊，连咱所有的也煞无去，就亲像迄个1000块，迄个分着1000两银的人同款嘛。圣经讲主人连1000两嘛，甲摕倒转去安尼，逐项都无。所以圣经互咱通知影一项事，就是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咱就积住财宝伫天呢，毋是积住财宝伫地呢。咱咧服侍上帝，毋是干那用时间，毋是干那用财源，也是金钱，依然是其中的一项。所以有时阵咱搁倒转来学习初代教会下载基督徒，通达得咱好。咱知影初代教会因对金钱的认物是人甲钱财中间处得平衡。就是钱甲上帝中间，因会通伫迄个所在好好伫遐家己利用甲真好势。所以耶稣捌讲起，一个人袂通服侍两个主人。你袂使讲要服侍金钱，也要搁再服侍上帝。伊讲安尼有真济是安尼做袂来的即个代志。所以马勒基则特别甲咱讲起，人毋通偷摕上帝的物。因为偷摕上帝的物，伫遐袂得到祝福。你若愿意将1/10放伫上帝的府库内面，圣经甲咱讲起，安尼你就要伫迄个所在来得到成果。即个就是圣经的内面特别伫迄个所在甲咱讲的。因为你如果将遮的金钱伫迄个所在无好好利用的时阵，小先知哈该书。搁甲咱讲起哈该先知哈该第1章的第6节，搁安尼甲你讲，讲你若无将应该着服侍上帝的物件来互上帝的时阵，伊安尼讲，你所野的种子收成少，恁食也食袂饱，穿也穿袂少，得到的工钱囥伫破空的落地仔来，就是等于没有嘛，所以。圣经甲咱讲起服侍上帝，包括金钱，所以真做管家，包括好好来管家上帝所祝福的。所以咱会记得即个领1000两银的人来到伫即个上帝面前，伫迄个所在伊安尼干那还1000两若定，即个主人甲伊讲是安怎你变大甲连1000两银摕去放咧钱仓来生利息都无，所以这是将来上帝要甲咱问的一项代志。第2项代志就是甲咱讲起，咱对金钱的即个做管家，上帝圣经安怎甲咱指示？圣经的指示旧约1/10，新约的圣经无降低的标准，意思就是讲共款。做遮个事件，所以基督徒拢是用即个做目标在做。
全球的基督徒拢是用这个正做目标，望会通达成这样事内底努力。当然，上帝无特别安尼甲咱强制，一定要安尼做，总是至少甲咱讲起，基督徒就这个方向，伫迄个所在来努力。所以后来保罗甲咱讲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伫哥林多后书第9章这个第8节，伊甲咱讲起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逐人所照着定着，毋免勉强，毋免烦恼，因为你将这个互上帝，上帝也听你，搁要赏赐你逐项，互你教业充足。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互咱通知，咱尽力伫上帝，上帝就用伊的恩典，正通伫咱的中间。照常代志要甲咱三角想的，就是做一个钱财的关键。咱三角共同努力，望咱装备家己，要服侍上帝的时，望咱用包括这件代志伫咱的中间。哥林多后书第9章67节，圣经安尼甲咱讲起，讲一个受托做钱财关键的爱了解这项代志，什么时阵入社，什么时阵出社，这个是咱应该着爱真清楚、真明白。上时阵佫甲咱讲起，着爱出自心甘情愿，即款的服侍，才会通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才讲，伊要对虫仔拼落福气，互你到无所在通好得。这是圣经甲咱讲的话。事实听上帝、服侍上帝的人，到尾伊的结局，事实也就是即款的代志。所以当耶稣说，比如讲5000个、2000个、1000个交代引去，然后甲咱讲起结局，5000个赚5000，上帝甲伊讲，好过一中的萝卜，你要交代你管理这个，然后你通入主人的快乐。交2000也同款，伊有照伊2000个即个使命去做，伊的祝福无欠到半项，同款是安尼。特别迄个1000个，哇！伊伫迄个所在来到上帝面前，迄个所在讲起，哇！你是一个即个严厉严苛的人，所以我惊，我毋敢将即个钱财摕去使用，惊了去安尼吼。然后呢，伫迄个所在我就甲伊带带迄个涂骹到你转来时阵，通照原来安尼行哩。伊的结局就是歹过平淡萝卜，你着离开我去，然后迄个1000个佫摕倒转来，来互迄个5000个、2000个，然后伫迄个所在来结束伊人生，安尼就是咧讲起。当咱欢喜侍奉上帝，到尾结果就是上帝绝对无亏待咱大家。颠倒遐个对上帝斤斤计较的反倒当是上帝嘛对伊斤斤计较，共款伫迄个所在意思是完全的共款。所以圣经甲咱讲，咱着真做钱财的好的关键。有一个故事，我想咱值得咱去想。静静去想，到底即句话要甲咱讲啥物？有一个查某囡仔做梦，梦着讲阮的社区最近开一间迄个百货公司伫迄内面足济足大间，内面逐项物件拢有安尼，所以就去看，好奇就去看，一个看，迄个柜台后壁。那耶稣基督徛伫迄个所在，迄间公司意思就是讲，迄间公司就是主人是耶稣啦，耶稣徛喺遐，我这查某囡仔看着哇，真欢喜嘿，耶稣伫遮开即间公司，在即个所在安尼咧卖物件咧，所以真欢喜我去迄个柜台，伫遐问迄个主人，当然是问耶稣啦。讲，
先生啊，你遮咧卖什么物件？你内底咧卖什么物件？这个主人甲伊讲，你心内所想的，你心内所爱的，你所望爱得到的，我遮拢总有。嘿，无一项无啦。搁在你拣，搁在你创，你爱的物件，我遮拢总有，逐项拢有安尼。哇，这个查某囡仔当然真欢喜啊！伊讲吼，安尼我就来遮买物件，要买啥物件？伊讲我要买平安，我要疼心，我要买快乐，我要买智慧，我要买刚强，我要买身躯健康，我要买娱乐安尼。安尼若想着讲毋对，毋是干那为着我买，我也要为着我的爸爸妈妈买，我也要为着我的家庭来买。哦，所以伫迄个所在想足济，然后讲一大堆，后来甲主人讲，就是甲伊所讲，啊，我即马付钱，啊会使提现袂？我即马钱摕了，我会使随时摕转来咧。耶稣甲伊讲，你敢若看毋对去个款，伊讲才会看毋对，你著讲逐项拢有啊，啊我钱付你，互你啊物件我摕转来是合理嘛，对无？大家嘛知影这是合理的代志啊。总是耶稣甲伊讲，你看毋对，是看怎看毋对？伊讲我遮卖吼是经济，不是果实啦吼，毋是已经结婚，毋是已经开花结子，啊挽落来囥伫即个所在。我咧卖是种子，啊你着摕转去啊，种喺涂骹，啊你着爱照顾，你着爱认真拍拼，去甲伊压水，开迄落，然后大长起来，你就会当得到。我想即个，值得咱去想吧。咱伫信仰生活，咱常常咧想讲，我要得到上帝恩典，我爱得到上帝祝福，我爱得到这项，我爱得到迄项，总是圣经甲咱讲起的。咱所爱的物件是种子，不是果实，所以咱着认真拍拼啊，去伫迄个所在来用，摕来买种子来种，安尼咱才会通啊，伫迄中间得到物件。所以咱的信仰生活，所以咱常常在期待上帝恩典甲祝福，毋是你用钱会通买会到。是你着爱用心去买种子转来压落去，照顾，伫迄个所在才会通布价发现结果子，迄个种子真要紧，所以咱应该着安尼去做。所以我咱想，伫咱即个下半年了后，咱的教会活直直办真侪活动，青年咧办真侪活动，咱伫迄个所在。我才想讲，安尼我着甲咱大家三甲想，咱着爱做管家，做上帝的管家。所以我想，管家伫咱的人生的内面，拄拄包括4项。头一项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态放伫什么所在？你的才能安怎使用？你的时间安怎使用？然后圣经甲咱讲，你对金钱安怎看法？你应该着安怎做？所以，咱对耶稣所设的即个譬如的中间，咱互相勉励，咱来买种子。上帝要卖咱的是种子，上帝要卖咱的毋是即个果子已经结实的，就是种子，你摕转去种，摕转去压，摕转去照顾，然后你就伫迄个所在要开花，要结子，愿上帝欢喜。用伊的话早起安尼帮助咱，也愿咱大家欢喜，用即款的心态来迎接上帝的话伫咱中间。咱三甲对上帝来卖种子，让咱野种子落去的时阵，咱用心照顾，也愿上帝用伊的恩典是阮祝福。所以照圣经所讲，你照你的责任来服侍上帝，上帝照伊的恩典祝福。甲伊对你的应允，就是要互你无位通好得，这是上帝的话。愿上帝欢喜帮助咱，也欢喜领受上帝的话。咱大家三甲勉励，成做一个好的管家。望咱做好管家，4样代志，咱拢
三甲努力来做，会记得咱的心态放伫上帝遐，咱的才能欢喜摕出来用，咱的时间欢喜分配，上帝时间是上帝的，咱的时间是咱的，所以咱伫迄个所在爱做好势，然后咱会记得诚做上帝的管家。耶稣讲，该撒的物献互该撒，上帝的物就互上帝。这个是上帝恩典祝福的，所以我甲咱讲，金钱是咱对上帝一个试金石。啊，这个试金石拄亲像一条管，啊，这条管咱透到上帝遐，咱做偌济上帝用偌济恩典安尼祝福来，所以愿上帝恩保守大家，祝福大家，也愿咱成做一个好的管家。特别伫金钱的顶面，咱来卖种子来养，互伊成做长成大长，到上帝恩典祝福。毋是种济来收少，是希望咱会通种着少来收成大，这个才是要紧。愿主祝福咱大家，三甲来祈祷。感谢听我的上帝，因为你真正是听我。你毋甘愿一个人沉沦，你毋甘愿一个人真做丧养，你也毋甘愿一个人真做乞食，伫地上无所依偎。所以你欢喜用恩典施恩祝福，伫你家己所有的囝儿的顶面，这是你爱阮做的件事，就是阮着伫你所呼愿遮的物件中间。成做一个管家，阮好好来使用，阮好好来奖励。当阮奖励到好势，下上帝心意的时阵，就是亲像种子富裕结实，然后成做恩典甲祝福。主求你欢喜帮助阮，当阮软弱做袂到的时，主求你加添阮的气力，保守。阮所欠缺的，来成就阮伫你的面前，总是特别恳求你帮助阮，欢喜用阮的心，好好来管理你所初愿的这金钱。你甲阮讲，阮管理好势，你就要对天顶开窗啊，来受阮赐福。祝阮当恭敬欢喜来领受你的言语，也恳求你欢喜。用圣手牵阮、引带阮、保守阮，安尼祈祷感谢，靠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请大家三甲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信诗第492首，信诗第492首。主，当我有气力的时，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Yes.
即时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即时我来报告，在报告进前，请大家坐声来念本周的台语的部分经过2摆，记在你周报内也下底。我上帝会互大项的稳定充满你，你万事常常充足，通行大项的好事有够丰满。搁一摆，我上帝会互大项的稳定充满到你。你万事常常充足，通行大项的好事有够丰满。哥林多后书9章第8节。即时大家来看主日侍奉的名单，若是后主日，若是侍奉者，请准备心。我来看本周的聚会动态甲奉献的报告，请大家参考。奉献报告若是有出入，请向本人还是会议来反映。再来看消息报告，我重点来读。第一点，欢迎今日新来的朋友到恁参加主日礼拜，愿主祝福。今日有一位来宾哦，施静娟姊妹，伊是贵高中来，大家拍无啊欢迎。小等爱餐的时阵，再甲伊来交陪。第3点，本会伫11月初10拜六早起9点半到下晡3点，要举行曙光的研讨会，请中职甲团契新的还是旧的队长、辅导来参与。第4点，旧团契今日爱餐以后，有陈词错姐妹来主理，要主理的内容是最爱诗篇背诵甲分享，互神的话会使诚做咱骹前的灯，路上的光，邀请大家斗阵来参加。第5点，今日11月初3拜六下晡2点半，要伫小佩如即事府上来举行家庭礼拜，邀请大家斗阵来参加。地址甲电话伫就无顶头有拍，请家己参考。第6点，今年的圣诞节的表演节目
要伫12月23号礼拜下晡来举行。咱欢迎团客、社区班还是团体来报名表演的节目，也请伫12月初2以前向不名利姊妹来报名。第7点，今日主理学的老师请伫本日的服务团客结束以后到4楼来参加明年度的事工的会议。第8点，天意团契将伫11月初4到11月11号伫国军文艺活动中心要演出5天的一场的拔丝地瓜咖啡馆的舞台剧，8月嘛有演出欢迎青青也有青青嘛有欢迎邀请亲朋好友来看戏并为着伊的因这天意团契来台岛甲奉献。第9点，11月份的职乐长执是郑伯文长老甲许丰义执事。过来看肢体的交通甲台岛的事项。第1点，为着国家来台岛；第2点是为着教会的团契甲未来发展来台岛；第3点也是为着年老甲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甲照顾因的亲人来台岛。有萧金山兄、洪东立兄、王珍珍执事、洪富余米姐、李立庆兄、黄玉红执事、陈纯纯姐、陈淑女姐、范爱华姐，还有陈若琪同学，甲张娇香姐，甲彩云姐。若是会友，若是有需要无需台岛的，嘛会使来讲台前若是讲无方便，嘛会使甲你的台岛的单放伫后壁的台岛的箱仔，咱会嘛为着因来台岛。第4，也为着林永佩、长征、义宏甲茂兴的信用、健康、学业、徛居、工作等等的事项，来替因来台岛。即时请大家起立来台岛。
请大家来吟诗。信诗第395首，信诗第395首。吟诗后，请林老师来替咱做导。天父上帝疼叹，以及圣神的相通，用有力的圣手，甲恁三角地地，保守恁出入安然自在。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平安的进前，咱先来做食饭前的祈祷。创造天地、享受万物，互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保护阮平安，家己使阮食穿教业，满心欢喜，有信心也有力量，完成阮分内的工作。荣耀主你的圣名，以食饭进前，阮要向你感谢祈祷，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大家来行平安礼，请向头前后壁的兄弟姊妹来请安。
可以啊，他们变成统治礼拜六的话，我们可以变成在那个像开始一样，你下班就去啊？啊，算讲伊你去啊？即摆你还做啊？啊，你下午个早点买。哦，你下班你这里也忙。
顾囝，即摆顾孙女。是哦，好。这个再去咖啡店，他妈咱就点过来，到这来。他问的，很了解。过来了，他拿回来。你买卖从早位就是爱买物件来吃，安尼。各位
啊，看那个班啊，为上个班即嘛世界有变动，然后批评是这块，所以只要他机会会出去的话，一个不到哪个国家都受用都是这样。身体中有快乐点，是啊，那 OK。不得了，听说是吧？是啊。我们现在怎么样啊？是吧？600岁。因为有人没摆啊，他没摆。要或者公民他不有的哈，他无用过，无用过来方式，无用的内容啊，对啦。给平安哈，休战解歌10到15分钟，那边进行一个夫妇团契哈，请大家要留步参加哈。赶快吃饭了，剩15分钟。夫妻团契也有吗？团契也有会死。今天中午是什么节目？啊？什么节目？今天中午看那个 CD 是不是？今天中午是妇女团，不是，就是夫妇团契。题目讲题还是看 CD 还是？是背圣，就是圣经分享，经文分享。啊，你长5批吗？你长5批那个智库的奖单吗？我昨天跑2、3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公司一个团契也快跑了，就上个礼拜只有牧师去，在上个礼拜只有2个人，那2年后我现在不来，8年的。现在我们因为有一个那个睿智的会员啦，瑞卡，就是还没有进协会之前，就是先有一个睿智的会员，可以，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先加入。对，再看，没问题。好。那个昨天有3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福音桥那个改选会员大会。刚刚回。你为什么回？哦，
重复了。对呀，哦，真的哦。
也有嘛，没有吃完，你就蛮在全被这一天呢，今晚越超越过瘾，也累，那你就会觉得有点感觉，对，要抄下去，对不对？对，因为表示要有档次的，要打不行，你要一定要自己。等一下收卷了。他们倒数了，再5分钟。那个我们今天聚会哈，现在再往前坐哈。所以不能先看他，先看他的这些文再看。不会啊。对啊，他每一个礼拜天都到了，他在高雄。对。小姐，我想来了。这边东西这边可以上手的时间。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谢谢。那我一直在觉悟啊，这是在家。我们在这边走吧，好吧？谢谢。
老师讲的一定要听。对啊。请大家来就座哈，咱连开信息第28首，正诗28首。咱即摆咧开信息28首，无背的人袂要紧哈，你今仔日听人背哈，不要害怕。正诗28首。咱今日就是谢谢那个灵修哈，咱借灵修实作哈，一打鬼拢一直提醒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哈。他很有耐心，也一再的提醒我们哦。所以呢，多谢伊，今日几时间哈，所以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他啊。我们都是乖宝宝哦，教那么多好句。好了，乖宝宝，以后咱别有一天咱去见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我说哦，主耶稣，我有乖乖听你的话哦，我有做功课哦，我无讲我无做功课哈，到时候咱个就在神面前，我们至少我们要离开世界上那去主要受其中，不要连神的话那都不要回，这样子那都我们多爱神，我们多那好像就有点讲不过去，我刚讲啦，所以那改手节为回台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那因为我们上次在车上的时候，已经有5个姐妹，还有一个弟兄，4个一个弟兄已经打过一跪了，那今天的话，你们可以要再分组背呢，还是要当场背？当场背。好，当场背好。
这么多人面前背是一件挑战哈。好，那就好，第一个来，我讲3遍哦，那个翻开诗篇第8篇。也要背好，好，来，请翻开诗篇第8篇。最好是华语版的哈，台语也可以啊，但是我台语哈有点等哈。诗篇第8篇。好，开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荣耀彰显一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海尔及从仇敌及暴徒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谢谢我妹妹，我还太紧张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好，开心。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荣耀彰显一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儿跟吃奶的嘴中建立了能力，让仇敌跟暴徒的闭口无言。你使他比天使略小一点，你管理你所造的，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阿们。哦，感谢。这个是阿姆斯壮登月向全世界朗诵的歌的诗。还有我们彩云哈，他会背4世纪第7章25节，但是这个事情我们的长老哈，我们的叶长老听过，但是他现在大概忘光了，他会积极的背。好，那我们那接下来就做我们就坐着背了，就不要来前面背了，还有你这边的话，还是天底下边啦，这种迄个吼，台语啦吼。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予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伊就引领带我行去的路。我虽然行过生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管安慰我，伫我对着面前，你甲我摆设颜色，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血抹出来，温定甲慈悲，的确要缀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伫耶和华的厝。好，背3节就好了，没有关系哈。来，我是诗篇第1章。不要紧，我这来后边个听有。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道路，无坐苦难人的位。面子嘛，喜爱交好的律法，面子善水人，这个人有福气。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叶也无枯干。面子小弟，我不要给他。歹人叫毋知呢，伊要亲像粗糠，互风吹去，心怀的时，罪人的道路，心怀的时，罪人要亡。歹人义人的中间也是安尼，也有法知义人的道路，歹人的道路却是灭亡。
哦，好，他们都背了整个贞节哦，简单哦。我都知道3节就好了。我那边哦，要。诗篇90篇。好，诗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也未曾造成。忘了。忘记了。哦，没有关系，没关系。好，他背过了。对。好，再来。哦，好。他我背过。我来背诗篇121篇。又是强暴。我已经改了。我来下丢了这次重新背了。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他必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也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要保护你。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耶和华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哦，好，这是全部背，你们都背出来了。好，小弟都会背好。我这篇诗篇133篇，看哪，兄弟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急过去的有滴答从亚伦的头上滴到胡须，然后又到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滴到锡安山。这就是神的就说耶和华的神的福气，就是永远的活力生命。哦。OK。哦，太好了，好，丽佳。我要背诗篇127篇。好，厝体若毋是耶和华所去造的，去造伊的就是空空着活。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的，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恁着早早起，晚晚困。食落所着活的饭也是空空。耶和华所疼的人，伊要互伊好困。第3节，看囝儿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怀孕的胎是伊所予伊的报赏。结束。哦。好，那个你已经播过，还有就是背过。你很巧。啊，对，那个对的。对的。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诗篇120。好，这是我们最爱的诗篇的。我要向神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滚。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哦，不错。再来。我要背那个诗篇第13篇，那个是大卫的诗，他在旷野里面，就是他在逃避那个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所写下的诗。我从第3节开始背。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求你使我的眼目明亮，求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对我说，免得我的仇敌说他胜了我，免得我的敌人因我动摇的时候喜乐，
但我依靠耶和华的慈爱。但我依靠耶和华的慈爱，我的心因他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厚厚的恩待我。要在大家面前背不是件容易的事哈，现在不要去紧凑哦，我把。不好意思，我躲在这边，因为我真的背不起来，因为在各位长辈前面，我算最年轻的，还是背不起来，但是我有带小抄，然后那试图让我用小抄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诗篇的第27篇。那诗篇第27篇的话，里面主要是信心的一个诗篇。那在里面的话，我蛮喜欢3段章节，因为这个章节的话是我早上刚好我滑礼拜，他那个节目是在讲的话，因信全然信靠。这全然信靠的话，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尤其在我29岁的时候。那这3段的章节就是在怎么让我能够全然信靠的一个，应该讲说这个一个，我认为我因为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全然信靠。我大念给大家听一下。诗篇第27篇的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行一水。耶和华是我的活命的快乐，我要行一水。然后接下来第5节，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心保护我，伫伊的帐位内，将我放伫伊布边看捌的所在，举起我伫石盘顶。然后第6节，当我的头壳得着举起，较悬于我性命的对立，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我要吟诗搁娱乐耶和华。这是我想要分享。那小妹，我主要帮我们做一个愿景，然后一个压轴，还有一个阿哥还没有讲。我甲你讲头早吼，大家拢走啦，我嘛这边白切讲叫咱来走啦，我唔知影空我嘛唔知讲要背，所以我不记得啦。现在不是讲小台湾以前大家捌背，本来唔知影，咱有顾记哈，好像唔对我记。拿给。我们一生的年龄为70，若长寿的都80，其中所引发的，不管是转眼，其中所引发的不是劳苦愁烦转眼什么，我们被只会而去。不错啊，好棒，我刚才讲是讲一个见证啦吼，这阿孝的爸爸啦吼，伊是安尼感觉伊安真啊，变讲真关心别人啦吼，拢家己较无迄落吼，拢安对别人真好，所以伊朋友诚侪安尼。即摆这是要来讲是我真个，无论是迄个吼，迄落同啊营官啊是搁是吼，拢有真好的朋友真侪。我讲一个见证，就40年前吼，我住伫长乐教会吼。做礼拜啊，有一遍吼，有迄落教会一个会友是对高阳吼来就安尼有若是教会来搬来双林堡遐，就安来双林堡教会做礼拜安尼，伫遐有熟识啦吼，伊有一天安尼转来甲我讲啦，讲伊问我讲你感觉还有钱安尼啦吼，我心安怎想？伊讲吼，伊讲即摆新来迄个会友吼，伊来租厝，但是厝租吼，已经2个月无达，头先有达，后来敢若讲事业未好势吼，所以无钱通达安尼啦。我是讲我是看你厝偌济吼，咱来敢若讲吼，先互伊叫伊达安尼，伊就敢若讲去南部起来咧共借钱，无法度共借安尼啦。我迄阵伊是讲。我有分无偌济钱，就是吼，我美人已经空吼，伊阵仔事业无迄个，已经空，我要安怎
搁摕钱迄落安互伊，啊伊讲句互我真感动啦，伊讲咱有得少啦，伊无得少啦吼，啊互我真感动，上好安尼我甲伊配合，到后来伊就安做我的钱将去互去去塑造啊。啊，这若上济真少就是4篇吼，第一10、20、30节咯，互我另外的录像，我无欠去，伊互我倒伫抽出草包吼，后来较有迄落。啊，即摆敢若讲伫迄个所在，伊安尼伫遐应该爱行的路吼，讲我是从事政治，应该爱行的路吼，我就来做安尼啦吼。啊，我就听伊迄句讲，咱有得着，伊无得着，互我真感动，我就安做安尼啦。啊，经过2工，伊若有是一个朋友伫踮伫中国，啊，伊若有代志吼，啊，借钱借不许久啊啦，啊，伊咧讲我无当啊，但是讲无要紧无要紧，你看你有遮害哦，我吼有当用就好安生啦，咱真是从上帝的啦吼，无要紧啊，毋是我的吼，你毋免甲我安尼摕死礼安生啦吼，迄上帝放善啦安尼，啊，经过吼这了后吼，伊原来做偌久啦吼，啊了后，有若钱袂讲，有若有13吼，后来第2天吼，伊就安尼对高雄起来，对迄个中国起来台北。讲我吼明仔载要吼，伊敲电话来，我明仔载要去找伊，伊讲你要找我，好啊，我踮咧找，讲有钱无？有啦，我有钱，啊来就是摕，吼借伊的钱个2倍啦吼，伊如果借迄个吼，啊伊家借钱吼，这2倍钱起来吼，我一定有一个吼，安尼事业有代志会好势安尼，我受入了，我这吼，敢若讲安便利安尼啦吼，啊伊讲。我讲爱利息，我毋免利息安尼啦吼。啊，伊也敢若讲，伊就是真对家己无，有若是真对吼，遮朋友吼真关心就对啦。吼，啊，只要我遮讲有影，也发现我的目标，我无欠去，吼，时常食着，吼，伫遐安尼讲吼，咱若有做上帝的工，若是啦，上帝拢会甲咱安尼来甲安排吼，咱要所要行的路安尼。吼，啊，伫遐我是讲这建设。我们就不用担心什么哈，耶和华是我们最好的牧者。来，让我们把最后时间交给牧师良。我要做一个，确实是在我身上的一个。因为我细汉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生过病，我都是很健康的。然后就是。我们好几代人都是没有生育的能力，古早的人伊安怎拢是无生囡仔的。他们说因为我爸公结婚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做生意。那我很小以前，他们就在大陆里面，就是上海、天津啊、大连、南京啊那边在做生意。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永远你家的是啥啊，都很特殊。他有一次那个清晨，他喜欢吃那个口香糖。他有一天他就问我说：“啊，口香糖很好吃，你要不要吃？”我说：“阿嬷，50几年前就吃过啊。阿嬷你那么先进啊，那个时候怎么有口香糖？”我说：“有，那个时候就是我的那个辈公结婚，他们在上海，都从那边带的。”所以我几十年前就吃过，现在没有稀罕。这是我伫细汉的时候，迄个环境真好势，所以拢几个大人咧照顾我，所以很健康的一个。可是我就是立下一个志愿，觉得我光复以后，然后就是大陆撤退，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读国小1年级。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说。为什么大陆的人来我们这边生活？他当时就是变成政策有改变，就是跟着有齐田嘛，什么3759支。可是我看到那个农民有时候是很辛苦，他们很辛苦的去赚来的钱来买那个田，可是他老了没有办法做，就是让人家做，可是做了就变成别人的。可是我小时候就。看着他们很可怜，为什么没有人
替他们在讲话，明明他是他自己赚的钱，赚自己买的土地，为什么又要给人家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一直想，以后我要读法律系，我再怎么辛苦，我也要去读法律系，为这些没有办法申冤的人来帮他们说话。因为我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初中可是初中就是要考试，然后家里的人也不让我到外县市去读书，那我就在就近的地方读一个县立的一个初中。可是我等我要考高中的时候，就忽然间不晓得怎么搞的，会生一场病，因为我对那个生物学啊，还是解剖学啊，还是植物动物都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一次暑假的时候去采一些很多的标本，结果采标本回来，那天晚上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舒服，隔天的时候就发高烧，40.5度。我那个时候几十年前哦，根本就没有办法查到那个病因是为什么。因为家里的人一直问我说你吃到什么？我说没有啊。可是一回来嘛，也没有什么外伤，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直发烧。然后就到大医院去，大医院检查不出来，我到马进来也没有办法检查出来。然后就很奇怪的，白天早上跟中午就不会发烧，可是傍晚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发烧，慢慢37、38、39、40这样子。然后我那个阿嬷就非常的紧张，我真的宝贝孙子要怎么办呢？他又是很虔诚的那个拜神，我说那钱啊，我们家整堆的那个那个偶像青线的，在那昂鼻的上面一大堆，然后他还叫我3更半夜的他说阿叔，你看反过起来拜拜人的，你就袂当好啊，哪里起得来？根本就起不来。对呀，那个发烧根本就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可是我外婆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她说不行，所以放在你们家一定没有希望，我要带回我们家，然后我就一直住外婆家。那外婆就是说，每天都为我祷告，每吃一包药，喝一口水都，外婆就先跟在我身边都一直祷告。后来我舅舅就说，我们医院里面有一个那个外国的传教士。他是医疗的传教士，所以我们就请那个牧师到我外婆家，然后我外婆就说，他是有救的，上帝要救你，所以你要记得。然后我就说，牧师要为你祷告，我说好，然后就祷告以后，然后牧师就给我药吃，那个晚上就对了，就差不多38度左右，就不会再高烧。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对，我以后长大我一定要去受洗。如果是没有耶稣救我这个生命真的是已经就是完蛋了。就是这种很奇怪的，那个发烧的时间已经拖了2、3个月，一直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可是这2、3个月都是3、4度的温度这么高，都没有烧坏到我的头脑，可是记忆会差一点，就是在读书的时候记忆比较差。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因为吃了很多中药、西药这样子吃了，我的肾脏就不好。他肾脏不好的时候就属于副作用很大。那副作用很大的时候，我一走路心脏不好，就积水，然后就喘。我要从我们那个教会的那个来走到这个讲台，我从德莱子走3个钟头，因为我走2步开始喘，没有办法，就要停下。可是我拼命的要练习，因为我要去考试啊！我高中还没有毕业，我怎么去考大学？我是拼命的说不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可是就每天这样很辛苦的走着，就会产生汗。我阿公阿嬷揍了他们就不要了啦，说你不要再念书了，你身体给我顾好就好了，你不要再念书了。家都都无法度行，我想讲要背抬那个书包，根本就没有办法。所以后来我妈就哭着跟我讲，你还是放弃，也许上帝有开别一条路你要走的路，也许你要服侍他，另外有一条路，所以你不要坚持的，你要把你的理念要
再练下去的话，肾脏会掉的话，那个10分之9的话，你要怎么去换肾，根本就没办法。所以后来就是勉强的就一直放弃，所以半年以后就慢慢恢复。半年以后，我想就进去学校，就开始高中的课程的时候，我们校长说，你已经离开太久，然后你要不要从头来，从高一开始？我已经高一读到最后一个学期，我还要从高一。我说，那我浪费很多时间。他说，你真的不行，你的身体还是不行。后来我就回到家里，我哪里也不去，哪里也不说话。同学来看我，我也不接，就说跟我妈讲说，谁都不要进到我房间里面，自己关了3个月都不出来。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送东西给我。后来我就一直读，后来就学习祷告，后来就我外婆就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去教会。你如果是人在家里这样不行，他们很怕我，万一想不开的时候就好办。然后对，只好就是跟外婆，然后就我那个表兄弟，然后就去教会，然后去教会去一下，刚好就是18岁的时候我受洗，我受洗了以后就是在教会里面，可是我变成很自卑啊。前年来跟他恭维啊，恭送他，我都不要。我说你要做的事情你都要有，文书方面的就没问题，我很喜欢写所以我就说，那你就我们有一个祭坛，他们就说一定要有东西给我做，要不然我这样我们人的就不行。然后就是每次发祭坛的时候，我就是外面摆稿子或是编排那些东西。他慢慢的在教会里面就是学习会很多，然后就是我妈就是你要出去社会也不行，要试试看。但是我自己也想开的，说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也许不晓得在哪一个角落，可是你没有踏出去走的时候，你会找不到的。所以我就踏出去走了。走了第一次的我是去应考那个高等法院的书记官。书记，那高等法院去考，20-30个人才去一个。后来我接到公司的时候，我还考上，还不错。对呀，所以我考上考到法院的时候，高等法院他有教分证，然后我就跟他讲，高等法院，结果我去上课上3个礼拜，我不去。就是我觉得说，那所高等法院他有一些文件是很秘密的，连家里的人都不可以知道。这个是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我又不会去乱讲话的。我就说没有问题，这个事情我没有问题。如果是就在那边上1个礼拜，我就不上了，因为我看那个主管，那个主管就是很苛求那些，好像你这些小职员一定要去奉承那个高级官的。可是我在家里就是被人家当宝贝用的，所以我要去捧你们。我来做我的事，我拿薪水，我为什么要去捧你们？我就这种脾气，我就爽，我就不要。给去当，我就辞职了。很有个性，对呀。因为我妈说，你这样不行啊，你一年要换24个头家就安尼。然后我说，我再找到工作就好了，再找，然后我就找，我也不会随便去找，我要找台湾银行总行，就是国外银行的那里，我就去考。考了，上帝给我试试看嘛，这个人，考上了，考上了我就说，看的都是那些钱。对呀，我说看那些钱有什么用？他这个，对呀，看了很多钱，我说看了很多钱，是一个娱乐性。这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理想，所以我上了3天，然后就没上。在国外考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妈说：“那你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也不错啊？你这考还考不上去了，你考上了以后。”
不去了，对，很难考。我人家考不上，考回来就哭了你，考上了你就去3天又不去了。如果我舅舅会说啊，我这样子哪里都不是，是不是上帝？我舅舅那个信仰的很好，我就插一下，我舅舅信仰很好，就是我舅舅有生了10个小孩，我二舅有生了10个小孩，表兄弟就有20个。那我这个二舅才厉害了，他生了9个，男生只有1个女生。那我大舅是生了6个男生4个女生。那我们每次吃晚饭，老爸就说：“小爱，赶快铺那个草席，我们要做礼拜。”所以我们每天吃晚饭以后，舅舅就会拿出一边唱诗，我们就做这样，反正也是20-30个，就是谁好嗨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在信仰方面，我舅舅就提醒我说，那也许耶稣要你去奉献所要的、所会的话，你要去尝试一些病痛，因为你自己生病过，你知道你的病痛是何等的难过，是不是他？耶稣要征召你来做这个事。还有很多小的那个公司的也竞争好几次，有时候上几天就没有去了。后来我舅舅说，医院现在在缺少护士，那你要不要去应征看看？我说我要不是读护理的，我怎么去考？他说你先去考进去，然后可以去每个医院去实习，那差不多1年的时间。那我就去考上了，那我舅舅是在医院里面做管理，他在负责那些他们的饮食啊什么的，因为我的小这样，然后护理师就考进去了，我就跟我那个护理主任说，主任不好意思，我是不小心考进来，可是我什么都不会。他说没有关系，你什么都不会，我要派你去实习。还有他就叫我念一大堆的书了，心理学、生理学、药物学、解剖学，什么几个月写完那个之类，然后那一本都是很厚的一本，如果有人上那个护理系，你就知道那个书要很厚的一本。我就抱做了心就回去了。我妈就说：“你可以吗？你现在脑筋不会很好，可以。”我说：“我不要用记得，我用理解比较好。”我就是用理解。后来主任又派我去台大实习，还有现在的中心医院，还有那个诺奇，他以前住的那个溪口那个医院，其实那个医院就是我以前去实习过的那个是个精神医院，他以前是个精神，他现在就是也是那方面的治疗。所以我就每一个地方去实习看，每个医院，然后全台北市差不多都走到。那这实习他的真的是对着那个病人，你看的真的是很苦。后来我就进来那个防护医院去，防护医院是很多人去了哈，没有1个礼拜就跑掉。可是我去了，觉得说很苦。我们那个实践里面也有一个麻风的，那开过，我说你看开个，然后10个人只有1个人会去，那其他9个人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上帝真的要我。那工课拢足轻松的，你无去做，你去做那个上班课。OK 啊，结果我就服务了33年半，我在那个医院就服务了33年。可是我除了我的工作以外，我在休息的时间我没有去休息，到午休我们有1个半钟头，我就到重病房去，那个眼睛看不到的老人，我去会帮他们修指甲。剪那个硬皮，被卡被点回了，我常常帮人去修。但我不管，我们医院里面有很多的教派，我们有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里面最多的就是佛教，第2个就是我们的基督教。所以我不管他是佛教什么教，我都会去帮他们弄。只有重病的病人，我一定会去帮他们。还有圣诞节的时候，我自己会掏腰包，然后我在归山家的时候，我会带人亲戚，他们圣诞节去唱歌给他们听，那我就会叫牧师帮我带2箱的那个皮，以前那个皮就是很贵，他们也挺珍惜。
所以我就会送到重病，就会去。所以他们那些国家，我退休的时候，他们都一直留言说，哎呀，王先生这个对于说我做无伴，后摆你来上面来剪指甲什么的。我说不会啦，我会教他们年轻的他们会，如果你需要的时候，通过护士还是会有人来照顾。伊讲，毋过我爱去拜托人，毋知地无安尼尔啊，毋过你吼，我无拜托你，做啥物事你就来顺安尼啦。所以他们在跟我讲，我说你我来讲哦，阮即马，阮是拜拜吼，阮若过往的时候去西方吼，伊讲去西方，恁吼恁就去天堂啊，恁后摆我再去找伊，你再来西方点我。他们就是很诚恳的那种心态，所以他的不觉得好。所以我不然退休以后，我还会去打电话去跟他们说话。如果那一些比较年长的都喜欢做的，所以我在说，要说冰川的东西，它有它的时间。哎呀，我不连干，我生到一种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他们走了那么多，应征那么多的工作，都很轻松，而且薪水比较高，我基本没有去，其实有医疗工作。所以有一次呢，龟山教会几人换来那个华西教会，就是上来台北的时候，最强的脑筋急了，他说你第一当课，你坚持7年3课，你嘛唔惊灾害，压缩在你里面。那我在龟山到台北来的时候，当然我是因为仓库职场上换，可是我的心里面压力很大，因为你在市区里面的这个聚会多，然后人的那种各种，你还要去适应，你还要去适应每一个人的那个每一个家庭的环境，所以我那个时候压力很大，比如我也是日常，就是我的肾脏要出来，所以我现在左边的肾脏是比较缩起来一点，比较好一点，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血尿，然后水肿到快膝盖那边，还是血尿，所以那个是肾脏的，所以我就住和平医院，刚好我那个同事就转来和平医院，我就住和平医院，他说和平医院那个内科是他们的医生来说，他比较年轻，他会叫我姨妈，我一来和平医院我也会照顾，我说好，就在和平医院。那和平医院里面刚好呢，因为我公保是两人一个病房，然后我隔壁的那一床，他先生是姓王，他是姓李，那我是姓李，我姓王，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我赶快来。结果我在抽血检查做一些检查的时候，那个病历，护士的病历就弄错了，我的病历贴到他的病历贴到我这里，这也太混了。所以哈，他隔天要做治疗的时候，那个护士就跟我讲，小姐，我跟你讲，他没有叫我是姓李姓王，他说小姐，我跟你讲，你们要小心一点，你要咳嗽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然后你吃东西也要小心一点。他这样好像被个案哦，因为被个吼，以前有来讲，我是提醒你说要小心一点。我说为什么要小心一点？我又不是肠胃病，我又不是那个肺还是肝脏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小心的事情是因为肝脏的问题？因为你肝脏有毛病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候，它那个微血管会扩张，如果你碰到一个很刺激的东西，尤其是像气体的物件，里面的血管破裂，然后那个大量吐血，一直吐血，他把它打麻他说，我又没有肝脏问题，你为什么质疑我这些事项？可是检查出来就是这样啊。那就把那我想我肾脏都不好了，我肝脏也不好，那怎么办？我阿姨怕我一个我就来，哇，我是不是要改变？
然后转到大医院去，然后我再做一个检查，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这方面的病人，我已经在医院，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好几年了，我知道一些病情，这来源是什么，结果我又叫了那个同事来，我说你血查一下，我说怎么了？我说我的检查报告虽然主治医师还没有来，可是我要先问你，为什么你那你老班的休假都要主治医师来给你来？他就用跑去护理室把我那个病历调出来，你说，哦，这哪一个笨蛋？哎呀，这个病历都贴错了，他把别人的贴到你这里啊，那当然你会那么紧张啊。要怎么严肃啊？哎呀，真的是，哎呀，我那同事叫来骂，你安无注意呢？你2年，对，说安尼治疗，那治疗唔对的时候，哦，真的是太离谱了。后来就被记大过一次，他就照顾你在那里拘留，因为这更严重的代志，已经太离谱。所以我做的都没有哪一个你对哦，我的意识宽哦，你根本就无叫你别奶，你把自己给压起来，我是太，对呀，真的是太离谱。后来我就觉得说，医生就说你不要紧张，你要休息。我怎么休息？处理都有3个月了，就到那个孩子。我上班那个是可以请假，我的年休就是一直排在到了6组回6冲上前哦，我就会请假，把那个假都会用在教会里面的事工。我哪有时间啊？我做袂啊！我实在哦，看病就无时间啊！你莫跟我看病，看病莫看时间啊！所以你有咩跟我看病？因为我即马我食新的东西，我身边有新的环境啊，我也是都无好势的时候，真的对家庭影响很大。所以我讲，诗篇这段，这段记载的时候，我就想讲，上帝旨意就是安尼，咱做着他们问题，我免惊啊，就是交付上帝，这就是安尼，是最上好的变迁安尼。所以我定不想话，我就大家囡仔讲，做着他们问题，咱我理解。最近就是肺炎，他礼拜6一大早，他朋友亲戚去印尼，然后他印尼那个岛就是上一次海啸地震的那个岛，哇，新城去那边，对呀，新城要去那边研习会，他要去演讲，叫中山的那个去演讲，他又不能推迟，他就说好不容易推荐他，别人要去都没办法，就新城要去，那会有个。不放心就陪着他去，结果我昨天一直骂，一直要电话，他还要从雅加达再转机到那个桥岛去。我一直到11点半，我没有办法睡觉。我想我这个不接船啊，你去遐重要的所在，我跟去拢我无接到伊的飞机。结果他在机场的时候，他那边有知影妈妈也就听听，所以会员就说，我到机场了啦。我说你到机场，那到饭店还要多久？我旁边所在呢，你叫客人车唔到，问啊无问啊，两我变成早起要去饭店嘞。从机场到饭店，1个多钟头可以。对呀，那个我一直等到11点，快12点了。会员说，我们已经到饭店，你可以安心睡觉。我一直在穿着短裤，我一直在祷告，然后一直在祷告。那个，我这种工作的啊。那孙娜出国的上新城，去年去那个加拿大去实习1个月，我靠，他的死，我都没空去啊，一直画那个这样子。哎呀，我说再加孙娜出去，我就是一直记得来，所以我们就是说，信心在我们的心里面，比上帝绝对有教导，我们记得自己多爱别人。这是一个我家己本身所拄着的体验，所以在信仰的里面呢，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真的要依靠，谢谢他。好，太好了，好，我们现在我跟你讲我本来不是选这个，我是背诗篇121，我本来是诗篇27，
后来就不晓得就翻到121，那因为第一就是我要从高山曲目嘛，那个就是一首那个诗歌很容易记嘛，我是偷懒。Anyway， 我就背了，我这个就背了。然后上礼拜刚好我跟我妈通电话，那我妈在那个上礼拜前几天一滑倒，然后她跌倒，然后还好她没事，因为她是想起来可能是有一点骨折啦，不过没什么事。那他在电话他就说，他说感谢主啊，他保护我这样子，所以就刚好就是我在背的这个就是说耶和华要保护你，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对，所以我就觉得原来我背这个是有对20句啊，对的，好，感谢神哦。所以那个牧师2号的饭圈，你还是要当师母，为了那么好的工作都没有做好。好了，谢谢哈，我觉得这样叠出来，对，然后大家把自己的信仰，然后把神的话背在，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哈。然后因为这次我有准备那个我们团有准备那个玄米茶给大家的一个礼物，这个是。这个是真的是，因为我有大家偷开啉吼，伊内底是咱台中的一款西川很有名的一个米店的老店，那伊家己烘焙的那个，伊是那个臭米料，他先去浸了后，然后伊家用低温去烘焙，所以非常好喝，就香诶，它迄日本的一款的水米无虾赶快，那我想说，我们就有备了那个人，我们都可以一个人1包吼，然后我们带回去喝喝看，我觉得不错这样子。好，那我不知道会长有没有要补充报告。我们谢谢子硕哈，他真的是很尽责的灵修哈，我们拍拍手给他，感谢。那我们也该自己拍拍手，帮我们自己鼓励一下哈。开始我。那个我们抄了这个为什么要抄下来？因为之后我这里要请慧文还是谁哈，我们来我们要在这边贴3张那个海报，然后把我们把它大上贴上去，这样子才知道我们的。你要重写，好，要重写的可以哈，因为我们要把它贴上去这样子。好。没关系，随便写比较真实啊。好，那我们在这边要做个预告哈，就是说那个配合教会的行事历哈，今年度很感谢大家哈，每一次活动都很热烈支持，然后呢，今年度要告一段落，我们那个本来应该是这个礼拜，可是因为我们那个长执会通知我们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我们来不及预告。我们就今天先预告，我们下个礼拜是那个手中嘛，手中练习前，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做会长的改选哈。希望大家赶快努力看看你周围的人哪一个人适合。没有这边所以下个礼拜大家要手中练习前，我们大家坐在这边每个人坐在这边要我们重选会长。然后呢，选完之后呢，我们今年后面还有阿朵好戏把大家预告一下。下周就是我们妇女团契的下一次的聚会，有我们的那个上届的会长彩云姐还有吴金珍执事，他们两位这对夫妻他们去做了一件我们大家都很羡慕的事情，就是去88天的欧洲旅游。然后呢，我们很难得可以邀请他们所以下礼拜11号一刚会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一定我们下礼拜会在周报预告，那我们要做预告。他们搭的是阿联酋航空，特别介绍。没有，郑主任那天没有在飞机上。好，因为阿联酋应该蛮好做的。对。好，然后介绍大家去到阿联酋。好，然后呢，那个下礼拜打给艾迪也留下来，然后呢。这个中间呢，如果你们想要听到是关于他们介绍哪一方面的，也再给他讲那我们整理完，赶快这个礼拜赶快告诉他们，他们会尽量符合我们想要听的然后这个是下礼拜的事情。
然后在下面呢就是感恩节哈，感恩节聚餐哈，今年的聚餐配合教会的聚餐，就是一起啊，那天就是以前都是各团去聚餐嘛，今年的形式改了的是工作会全部的各团去一起别4楼聚餐，所以是我们是双周聚会嘛，所以等于是下礼拜聚会完之后的在最后一周感恩节聚餐，好，那再下来最后12月的是他的那个岁末了啊。哦对，还有一个那个中间还有一个，我们楼上哈来给大家去看过哈，密室逃脱哈，密室逃脱我们夫妇团契也是帮他们做了很多支持的动作哈，所以呢，我们有包一场就是我们夫妇团契啊，我们包场去参加啊，去做密室逃脱，所以呢，现在暂定是18号啊，也是在那个。所以我们这个月很热闹很忙啊，每个下一个礼拜让大家空出一点时间选会长，但下礼拜在下个礼拜的下个礼拜是那个彩云姐他们要帮我们做分享，在下一个礼拜就是密室逃脱，因为要配合亲戚他们帮我们安排的时间，一刚刚包场，所以呢他们每一场都有收费嘛，那天我们包场，所以我们夫妇团契的成员是不用缴费用，由夫妇团契整个那包一场下来就对了。一刚大家一定要出席哦，那个超好玩的啊！你过去参加那个做了好几个礼拜，而且那个是有经过那个基督教的论坛报里面他们都有报道哈，所以那个你别中心教会来对，我可以体验一下，这是很可惜的，所以也可以哈。就是密室逃脱，密室逃脱完之后就是感恩节聚餐，感恩节聚餐之后再下来就是圣诞节，圣诞节就是要筹备教会的活动了哈，这是下面我们的活动啊，那今年就结束，然后呢，就这个礼拜请大家为这个会长改选这件事情祷告哈，希望下个礼拜我们大家可以留下来好好选出那个旁边左右邻居修款的哈。好 ，OK， 今天的聚会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 ，OK。那个，对，选米才是一包一包的，你想要给伊泡，你若讲纯那个选米的话你会使给伊泡开，迄米开会传，你要规包泡嘛是会使都可以，你也可以跟你的绿茶、跟你的茶叶泡，那个味道都不太一样，而且也可以泡440，冷泡、热泡都 OK。我们试试看用台湾的东西，我们台湾东西真的是不输日本这个雪米茶真的是很棒哈。好，那我们最后的结束祷告，我们请那个吴执事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各位兄弟大家好。亲爱的天父，今日是你赏赐的日子，阮大家欢喜，心情足满足的。主啊，你为你安定在天。你为伊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特别是阮心中的定，阮心神定着。亲爱的天父，假使阮孝顺家己子，阮得到智慧的心，孝顺分别，为你孝顺无苦，孝顺平安，为你孝顺欢乐。我是阮的分线的脚步，安尼讲，我们爱主基督的名尊敬。阿们，好，谢谢。很愉快，很愉快。我爱接着这会习惯。我伫厝拢会晓背。伊通背吼，知影背第7首25站。咱比着背先背。我刚刚非常好，因为我一个同班同学在台南东门教会聚会。你选美国的？不是，那个不是我的。东门教会，我们看没到。从你出去的。
就是在新竹。下次我要给你拍一个。你看看那里看18号的，对18号。没有比较深的，就是从外部到自己。对对对。高雄也是来教一些因为我们公司11月4号晚上，各位弟兄姊妹，11月4号晚上，11月11号2个，11月4号跟11号晚上9点到10点，有复兴广播电台来采访我40分钟，每天都这40分钟。它是敬业我们来说复兴，就是我旅行的经验。那我们有，你那个是空中的，我们比较有福气可以不简单，好听就不简单。啊，你刚才是哪个不简单？更好听啊！公开购，还是私下购？对，那个精彩，精彩。那你有效果要不要讲？爱用点啊？哇，太好了。9点到海英讲20分钟，我讲20分钟，就会没有20分钟。好 ，OK， 好，谢谢。没关系，我还有一种车，托米卡车哦。
老师也拜托啦，帮我啦，我下次不会带了。弟弟哪个老师说的？因为我没有听说过你。没有我老师啊。妈妈去帮你要回来。我上课会用的。是啊，说他，我以前就跟你说过了啦。那下礼拜再来好不好？会啦。是没有的地方贴啊，为什么你没有忘记？不要贴啊，都贴什么？只会弄丢人呢。老师拜托了，你手上也用反正。他是不可以的，他是可以的啊。那这也行的。哦，还要去里面拿。拿铁去的。不是天人。哇，礼物。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念过啦。要给你背啊！这段节我要去你要看这个，要不要背哦？这个要背啊！叫妈妈你去 YouTube， 你打4天2刷，你打英文的，你有打英文的吗？你打英文的，打英文打10天20天。对。或是圣经的哈，那些圣经的软体，你就拿后面换成英文，有些有讲的。好，感谢。对，看你的 A B C 怎么念 ？A，你会啊？我今天教你哦。那你班自己会啊？你不会啊？来。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先老师念一下世界，要不要？世界。来，你看number 1，那姐姐你下礼拜再那个那个来再给你好吗？Thank you， 你要说 Thank you，Yeah， you're welcome。Thank you，Yeah， 我叫你爸，你说 Merci。好了没？
我要松鼠的那个瓜的，松鼠叫 squirrel， 我要松鼠的瓜的，放在那边呢。很多动物啊，你看好可爱的耶。没有回去吗？这个是蝙蝠哎，你看这个会飞的蝙蝠哎，这个是松鼠，这是会飞的松鼠哦，飞鼠。那飞鼠啊。飞鼠，你看你去我那里吃。还有红曲。那个曲线，可以看到这一件。好，欢迎北华。你看这是什么？智慧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很好。我学的瓜。智慧耶和华。你有装入袋子吗？你在这个是
家人的追求好了。这个是制服，就是新加坡啊。对啊，你可能穿制服啊。水饺，他们自己包水饺。去玩，你看他去马来西亚玩，因为有人要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壁画了。这是真的，这两个是壁画了。有人要去。中间。咖啡很可爱，对不对？他说那个。可爱，为那个泡沫，没说到。对呀。对呀。哇哦哇哦哇哦，好棒哦！那个咖啡也很可爱，那个好可爱哦！不想知道那咖啡。对呀，咖啡。好了吗？我要真的修好了。这个人啊，好了没？好了，我来收。好吧，我们去。东西要拿，记得电池不要带来哦。巧克力。你要怎么念？你这个我们要走哪个石头的力？可以呀，但是好不好？可以呀。我来。可以呀，掉呢。可以呀，可以呀。Bye. See you next Sunday. See you. Bye bye. See you. 我
等一下再讲啊，我们去做瑜伽。好。走。这边才先讲。你校园怪些，基本上我们好一个。我到北京公他喜欢做的一点，国外。哦，快！来，没事。没事。最后啊。哇，两倍了。它关掉了。今天也有密室逃脱，是不是？那这就先不要管。其他有吗？应该没有吧？有吗？有哎，今天没有吗？今天他们有密室逃脱吗？没有。有没有人说要来？我不知道。真的？没吗？可是我记得上次他们说28号也有一次，没有啊，要改了。那11月。11月。上礼拜是。上礼拜有。他们没有那么密集，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应付我们自己。我一些朋友，他们就约一个人来，也就是差不多，他们11月还有一场，可能那一场就对，还有12月23有一个教会包场，这样子啊，应该同学啦。对，我觉得我们的宣传不够，因为你只在练习不太够。够上面人，他可以邀请其他人，其实可以邀请其他人。对，够上面人也没团结。其实主要是我们年轻人那个时间，他是没有办法，这个时间全部都不是我们光谱学习其实也打了一个而已。学了会就不会。咱们也是安来，咱嘛无法度，叫小妹妹叫练瑜伽无？多啦。许峰你要来不？我要上去啊。哦，来。正向的。
密室逃脱哈？没有没有，哎，这个是谁的？这个啊，这张图应该是应该是你婆婆。是我婆婆做的，她有带回去吗？我不知道。有，她有拿。不是，他有跟我说他有拿，因为我要跟他，我说我要拿给他。啊，这个一个 sample 的。哦 ，sample， 啊，那个有显示。对对对，sample 的。我刚刚要拿给他，他说他有。他有了，那应该是那个，那我这个电脑给它关掉好了。他们今天没有密室逃脱啊？他之前本来不是说28号也有一次吗？没有，接下来是不是11月？好像刚好20他们11月11。哦，好，那我关机了。哎，疫情有没有拿到？疫情有。好，关机。我就跟我妈妈拿说，哦，我刚没有给疫情。哦，跟我阿婆讲，你赶紧给我。那你没有？我有。OK。可是他说 close 2个字，就给他shut down， 什么挖沟 APP， 这是什么东西？还是算了，还是先不要关好了，让他们自己关。这样子。还可以吗？哦，没有，这绝对，这这么把劲啊！哎呀，啊？哎呀，佫还未煞，啦，你敢讲？啊？啊没有。无啦，这绝对谁啊？开解好。各地人较开。啊，只有你个好啊，好啊。啊，你到要加迄个，你要加2斤，好啊，伊个是。嘿，是啊，咧健康操，3千4哎，电脑无关哦。无啦，这个长老给你们考过了，已经都抹灰。有影啊，都我无。你考过了，这是对。念了啊，摕个念了啊。后面前啊。毋是摕个念念的了啊，摕个念念的了啊。哦，人都爱背。我你写背话啦，阮来我先问你，你讲大家讲，阮你写背都200人，你讲我听。来，接下来，你讲。来，讲继续的来讲。唔好紧啊，你若讲继续的，你讲你用充电的，还是讲，要是讲按无钱的，薪水还可以接受吗？第一个推动可能这样，明年增加考虑到说整个预算的，今年度，那今年度总于是增加并减少，现在专业还有。大概表。我是讲讲，对啦，讲假如他明年他来考啊，我还是要看这。我就确定，你就是讲以前对方到9月了，就讲。就是一个段落啊，不管你多长，今天一个现象，或者刚刚。现在就是说，但是这种监控就是要孩子。你这要关无？关就好啊。我无用啊，我感觉因大尾有习惯。可能，因为这小朋友时间考。